1兆年后，航海家1号会在哪里开场？1兆年后，宇宙会变成什么样子？请先闭上眼睛，想象一片黑暗，不是夜晚的黑暗，也不是深海的黑暗，而是一种没有边界的黑暗。没有城市，没有月光，没有黎明，甚至没有熟悉的星空。太阳早已死去，地球早已面目全非，银河系也不再是银河系，它和仙女座星系合并了，变成一个巨大而昏暗的星系，像一团古老的灰烬，漂浮在宇宙深处。而在那片沉默里，有一个小小的东西还在前进，它没有引擎声，没有燃料，没有指令，也没有任何人在等待它。它只是一台老旧的机器，一台来自地球的机器，它叫航海家1号。它在1977年离开地球，原本只被设计来工作几年，但它却飞出了太阳系，穿过太阳的边界，进入真正的星际空间。然后它继续飞，一直飞，飞向一个没有人类能亲眼看见的未来。今晚我们不只是讲一艘太空船，我们要讲一段时间，一段长到让人失去直觉的时间。不是100年，不是1万年，不是100万年，而是1兆年。1兆年后，航海家1号还会存在吗？它会停在哪里？它会撞上某颗恒星吗？它会被黑洞吞噬吗？它的黄金唱片还在吗？那张唱片上还会不会保留着地球的声音，海浪声、鸟鸣声、鲸鱼的歌声、人类的问候，以及一个文明曾经仰望星空的证据。这是一个关于太空的故事，也是一个关于时间的故事，更是一个关于人类的故事。现在我们开始吧。第1章，一艘原本不该活这么久的飞船。1977年9月5日，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一枚火箭点火升空，它带着一台探测器飞向外太阳系。那台探测器就是航海家1号。当时的人类还没有智慧手机，没有网际网络，没有今天的 AI， 甚至连个人电脑都还没有真正走进家庭。可是就在那一年，人类把一台机器送上了一条通往深空的道路。航海家1号的任务一开始并不神秘，它不是为了寻找外星人，也不是为了离开太阳系。它的目标很清楚，去看木星，去看土星，近距离拍下它们，测量它们，研究它们。在那之前，木星和土星对人类来说仍然像遥远的神话，我们只能从地球上仰望它们，只能透过望远镜看到模糊的圆盘。但航海家1号改变了这一切，它掠过木星，拍下巨大的风暴，拍下云层的漩涡，拍下木卫一上活跃的火山。那是人类第一次真正看见太阳系外围不是安静的死寂世界，而是充满运动，充满力量，也充满未知。后来他又飞向土星，穿越那个巨大行星的领地，观察土星环，观察卫星，观察冰与岩石组成的世界。按照原本的计划，任务完成到这里就已经足够伟大。但航海家1号没有停下，他没有掉头，也没有被土星捕获。他利用行星的重力改变自己的速度和方向，像一艘从港口出发的船，顺着潮汐越走越远。最后他离开了行星的世界，开始朝太阳系外飞去。这时候真正的故事才开始。第2章，它正在离我们远去。今天的航海家1号已经是人类送出最远的人造物体之一，它距离地球超过240亿公里。这个数字很大，但数字本身其实很难打动人，所以我们换一种方式理解。光是宇宙中最快的东西，它1秒钟可以绕地球7圈半。可是即使是光从地球出发，也要走23个小时以上。
才能到达航海家1号。换句话说，航海家1号现在传回的讯号，不是此刻的讯号，而是将近1天以前的讯号。它像是从时间深处慢慢传回一声微弱的回音，而这个讯号其实非常非常小。航海家1号的发射功率大约只有一颗小灯泡那么大。想象一下，一颗昏暗的灯泡放在240亿公里之外，它发出的微光还要穿越整片黑暗，最后被地球上的天线捕捉到。这件事本身几乎像奇迹。地球上的深空网路用巨大的蝶形天线等待它，搜寻它，接住它。那不是一个洪亮的声音，而是一个几乎被宇宙吞没的低语，但人类仍然听见了。这就是航海家1号最动人的地方，它离我们远得像神话，却仍然在说话。只是它说话的日子快要结束了。第3章，最后一盏灯。航海家1号不是靠太阳能工作，它离太阳太远，那里的阳光太微弱，根本不足以支撑它。它靠的是3台放射性同位素热电发电机。简单说，它利用钚238衰变时产生的热，再把热转成电。这是一套非常可靠的系统，没有复杂的转子，没有燃烧的引擎，没有像汽车那样会磨损的零件。它安静、稳定、耐用，但它有一个无法逃避的命运：衰变。钚238会慢慢失去能量，一年一年，一点一点。航海家1号的可用电力大约每年减少4瓦。4瓦听起来很少，在家里这甚至不够点亮一盏明亮的灯，但在深空里每1瓦都很珍贵。工程师必须做选择，关掉一个加热器，关掉一台仪器，关掉一个不再必要的系统。就像一座远方的房子，电力越来越少，灯一盏一盏熄灭，客厅暗下来，走廊暗下来，窗边暗下来，最后只剩一盏灯还在微弱地亮着。航海家1号也是如此，它的科学仪器正在一个接一个沉没。它仍然可以传回资料，但时间不多了。到了2030年代初期，最后一批仪器很可能会停止运作。到那时，地球将再也收不到它的声音，没有新资料，没有状态回报，没有来自星际空间的低语。人类和航海家1号之间将出现真正的沉默。可是，这不是死亡，至少不是宇宙意义上的死亡，因为失去电力不代表停止运动，讯号中断不代表它不再存在。对我们来说，故事像是结束了，但对航海家1号本身来说，这只是它漫长旅程的第一个转折。它不再是一项任务，它变成了一件遗物。它不再观察宇宙，它开始被宇宙保存。第4章，沉默之后才是真正的漫长。在地球上，所有东西都会老去，金属会生锈，木头会腐烂，石头会风化，高楼会坍塌，道路会裂开，城市会被沙尘覆盖，文明会被时间抹平。这就是地球的规则。因为地球很活跃，有风，有雨，有氧气，有海洋，有细菌，有地震，有火山，有不断循环的地质力量。地球会孕育生命，也会吞噬痕迹。但深空不一样，深空几乎什么都没有，没有雨水，没有氧气，没有微生物，没有土壤，没有空气摩擦，没有海浪侵蚀。所以航海家1号不会像地球上的机器那样坏掉，它不会生锈，不会燃烧，不会被风吹倒，不会被水泡烂。它会冷却，会沉默，会失去所有功能，但它的身体仍然可能存在。这是非常反直觉的事。在地球上，一台机器不能工作，就像死了。可是在宇宙里，一台机器不能工作，
仍然可以作为物体存在很久，久到超过人类历史，久到超过文明，甚至久到超过太阳。航海家1号的真正寿命，不是由它的电池决定，也不是由它的电脑决定，而是由太空的空旷决定。因为太空里没有太多东西能碰到它，也没有太多东西能毁掉它。它会像一粒金属尘埃，在银河系里漂流，没有目的地，没有回程，也没有结束日期。第5章，4万年后的第一次靠近。现在我们先不要急着跳到1兆年后，因为航海家1号比较近的未来本身就已经足够陌生。大约4万年后，航海家1号会经过一颗恒星附近，那颗恒星叫格利泽445，它位于路豹座方向，是一颗小型红矮星。红矮星很暗，也很长寿，它们不像太阳那样耀眼，更不像巨大蓝星那样短暂而爆裂。红矮星燃烧得慢、安静、节省，像宇宙里一盏很小的炭火，能量非常久。听起来航海家1号像是要拜访这颗恒星，但真相没有那么浪漫。它不会贴近飞过，不会看到巨大恒星填满视野，不会被光芒包围。它最近的距离仍然大约有 1.6 光年。1.6 光年仍然是一个巨大的距离，那不是擦肩而过，而是在宇宙尺度上的远远相望，就像2艘船在没有边界的大海上短暂出现在彼此的方向，但彼此看不见，也无法交流，然后又各自远去。4万年对人类来说很长。4万年前，人类还没有城市，没有文字，没有国家，没有科学，没有火箭，没有望远镜，更没有任何人能想象有一天我们会把机器送往群星之间。但对航海家1号来说，4万年只是一个早晨，只是漫长旅程里最前面的几步，因为真正的未来还在更远处。第6章，太阳会先老去。航海家1号继续前进，而它身后的家也开始改变。我们的太阳不是永恒的，它现在看起来稳定，每天升起，每天落下，给地球光，给地球热，维持海洋，维持气候，维持生命。但太阳也是一颗恒星，恒星有出生，也有死亡。大约50亿年后，太阳核心里的氢燃料将逐渐耗尽，那时太阳会开始膨胀，它会变成红巨星，它的外层会往外扩张，吞噬水星，吞噬金星，甚至可能逼近地球轨道。而在那之前，地球早已不再适合生命，海洋会蒸发，云会消失，大气会被剥离，陆地会被烤焦，曾经蓝色地星球会变成一颗灼热的荒原，没有森林，没有河流，没有城市，没有夜晚的灯火，也没有任何人在仰望星空。这一切对我们来说是终局，但对航海家1号来说只是遥远背景里的一场变化。因为到那时候它已经离开太阳太久了，太阳膨胀的热碰不到它，地球的毁灭也追不上它，它不会回头，也没有能力知道自己出发的地方已经不再存在。最后太阳会抛出外层气体，形成一圈发光的云，那叫行星状星云。这个名字听起来像行星，但其实和行星无关，那是恒星死亡时吐出的最后一层外衣。而太阳的核心会缩成一颗白矮星，它大约和地球一样大，却拥有接近太阳的质量，非常致密，非常炙热，也非常孤独。它不再真正燃烧，只是在慢慢冷却，像一块宇宙里的余烬，一点一点把剩下的热送进黑暗。而航海家1号仍然会在远方漂流，成为一个来自失去母星文明的东西。它曾经从太阳系出发，
但太阳系本身也会变成历史。第7章，银河系也会改变。如果太阳的死亡已经足够震撼，那么接下来发生的事尺度更大，因为不只是太阳会变，银河系也会变。我们的银河系并不是静止的，它正在宇宙中运动，而它最大的邻居仙女座星系正在朝我们靠近。仙女座星系距离我们大约250万光年，在人的直觉里，这个距离远到不可思议。可是在星系尺度上，它算是邻居，而且这个邻居正在接近。大约45亿年后，银河系和仙女座星系将开始第一次接触。这听起来像一场撞击，但星系碰撞不是2块石头相撞，也不是2辆车迎面撞上。星系太空旷了，每颗恒星之间都隔着巨大的距离，所以即使2个星系合并，恒星直接撞上恒星的几率仍然非常低。真正碰撞的不是恒星表面，而是重力。重力会拉扯一切，拉长悬臂，扭曲星系盘，改变恒星的轨道，把一些恒星甩向外围，甚至把一些天体直接抛出星系。这是一场持续数十亿年的慢动作风暴，没有火焰墙，没有宇宙爆炸，而是一种更安静也更宏大的重组。航海家1号也会被卷进这场重组，但它太小了，小到几乎没有意义。它不会影响任何东西，它只会被影响，像一粒灰尘漂浮在一座正在倒塌又重新成型的宫殿里。它可能留在合并后的新星系里，沿着巨大的轨道慢慢绕行，也可能被重力甩出去，进入星系和星系之间的荒原。我们无法确定，因为时间太长，变数太多，一点点微小差异经过几十亿年都会变成完全不同的命运。但有一件事我们可以大致确定，航海家1号不会因为星系合并就消失。它太小，也太幸运，它更可能只是换一条路，继续漂流。第8章，宇宙会变成孤岛。现在我们把时间推到更远，1000亿年后，宇宙会出现一种非常诡异的变化。今天的我们可以透过望远镜看见遥远星系，哈勃望远镜、韦伯望远镜都让我们看到深空深处，那里有无数星系像尘埃一样散在黑暗里。有些光已经旅行了几十亿年才抵达我们，可是未来这一切会慢慢消失，不是星系突然熄灭，而是宇宙正在膨胀，而且膨胀正在加速。这种加速和暗能量有关，我们还不完全理解它，但我们能看见它的效果。遥远星系正在离我们越来越远，最后它们会越过宇宙世界。一旦越过那条界限，它们的光就再也无法抵达我们，不是因为光不够快，而是因为空间本身膨胀得太快，光永远追不上距离的增加。所以到1000亿年后，本星系群之外的星系几乎都会消失在可观测宇宙之外。到1兆年后，这件事早已完成。如果那时候还有某个观察者站在合并后的银河仙女座星系里，抬头看天，他不会看见今天这样的宇宙，没有无数遥远星系，没有壮观的宇宙网，没有深空影像里密密麻麻的光点，他只会看到自己所在的巨大星系以及外面几乎纯粹的黑暗。整个宇宙像是变成一座座孤岛，每座孤岛都以为自己是全部，因为其他岛屿的光再也到不了这里。而航海家1号就漂流在这样的未来里，它由一个曾经看见满天星系的文明制造，但它最后所在的宇宙可能已经看不见那些星系。这是一种很深的孤独，不是一个人的孤独，而是一整个宇宙的孤独。第9章1兆年后的天空。1兆年后，宇宙还没有真正死亡，但它已经非常老。
像太阳这样的恒星，大多已经耗尽燃料，它们变成白矮星，慢慢冷却，散发暗淡的红光，像一堆快要冷掉的碳。而大型恒星早就结束了生命，有些爆成超新星，留下中子星，有些坍缩成黑洞。它们的辉煌短暂而激烈，早在航海家1号旅程的前段就已经落幕。真正坚持到最后的是红矮星。红矮星小、暗，不引人注意，但它们非常长寿，它们消耗燃料的速度很慢，慢到有些红矮星可以发光数万亿年。所以在1兆年后，宇宙里仍然可能有一些星星，但它们不再像今天的夜空那样明亮，它们像遥远的红色火种，零散、微弱、安静，在巨大的黑暗里一点一点燃烧。如果航海家1号刚好经过某颗红矮星附近，它不会记录这一刻，不会拍照，不会传回影像，不会告诉地球，因为地球可能早已不在，它的仪器也早已沉没。它只会掠过一块冰冷的金属，经过一颗正在慢慢燃烧的古老恒星，没有观众，没有讯号，没有记录，只有运动还在继续。第10章，它还会是航海家1号吗？1兆年后，航海家1号还能被认出来吗？这个问题很奇特，因为它牵涉到2种答案。如果你问的是功能，答案几乎肯定是否定的。它不会工作，不会传讯号，不会感测，不会运算，不会调整姿态，不会对准地球。它的电脑早已沉没，它的电路早已无用，它的任务早已结束。但如果你问的是外星，答案可能是肯定的。它的主体可能仍在，天线可能仍在，仪器臂可能仍在，那张黄金唱片也可能仍在。当然，它不会干净如新，宇宙射线会撞击它，高能粒子会侵蚀它的表面，微小尘埃可能留下细小坑洞，长时间下来，它会变得斑驳、粗糙、暗淡，像一件被时间磨过的古物。但它不太可能被完全摧毁，因为深空太空旷了，真正可怕的撞击几率极低，而缓慢的辐射损伤虽然会累积，却不一定足以抹掉整个结构。所以它可能仍然像航海家1号，只是极其古老，古老到我们没有任何日常词语可以形容，比金字塔古老无数倍，比人类文明古老无数倍，比太阳未来的白矮星阶段还要漫长。那时候的航海家1号不是一台机器，而是一件深时间里的化石，不是埋在岩层里，而是飘在银河的黑暗中。第11章，黄金唱片。航海家1号身上最像童话的东西是那张黄金唱片，它不是纯粹的科学仪器，它更像一封信，一封给宇宙的信。唱片上记录着地球的声音，风声、雷声、海浪声、鸟鸣声、鲸鱼的歌声、人类的心跳、婴儿的哭声，还有不同语言的问候。那是地球对未知世界说的第一句话，不是命令，不是宣言，不是威胁，而是问候。你好，我们在这里，我们曾经存在，我们曾经听见海，看见光，唱过歌，想象过你。这张唱片由镀金铜制成，黄金不容易腐蚀，在深空里它可能保存非常久，也许1兆年后它仍然挂在航海家1号身上，在微弱的星光下反射一点点暗淡的光。可是几乎不可能有人找到它，宇宙太大，航海家1号太小，要在星际空间里找到它，就像在整个太平洋里找到一粒被丢掉的沙。但也许黄金唱片真正的意义从来不是一定要被找到，而是人类曾经愿意把它送出去。我们知道自己渺小，也知道宇宙广大，但我们仍然把声音放进黑暗，
这件事本身就已经足够动人。第12章，我们能确定什么？关于1兆年后的航海家1号，我们不能假装知道一切。好的科学必须承认未知。我们不知道它是否会遭遇罕见碰撞，我们不知道银河系和仙女座合并时它会被送到哪里，我们不知道它最后会留在合并星系里，还是被抛入星系际空间，我们也不知道1兆年的宇宙射线损伤会让它变成什么样子。但我们知道一些基本事实：它不会因为没电而停下，它不会因为沉没而消失，它没有理由快速腐蚀，也没有太多东西能撞上它。按照目前的物理理解，它很可能以某种可辨认的形式继续存在，继续漂流，继续沿着重力给它的道路前进。这是航海家1号最深的答案。它不是前往某个目的地，它没有终点站，它不会抵达某个宇宙港口，也不会被谁迎接。它只是延续，在时间里延续，在黑暗里延续，在一个越来越冷的宇宙里，带着地球的记忆继续前进。结尾段：1兆年后，太阳已经死去，地球可能不再存在，银河系不再是原来的银河系，仙女座也不再是仙女座，它们合并成一个古老星系，漂浮在宇宙孤岛之中。远方星系的光早已无法抵达，夜空失去了深处，宇宙变得沉默、寒冷、空旷。但在某个地方，也许是在合并星系的外围，也许是在星系之外的虚空，有一个小小的金属物体还在慢慢旋转，慢慢前进。它的天线不再指向地球，因为地球已经不是它能联络的地方。它的仪器不再工作，因为任务早已结束。它的电力早已耗尽，它的讯号早已消失，但它仍然存在。那是航海家1号，一台原本只被设计工作几年的探测器，一台被人类送出太阳系的机器，一件来自蓝色星球的遗物。它不是永恒的，但它比我们想象中更接近永恒。不是因为它无比强大，而是因为它太渺小，渺小到能避开许多毁灭。不是因为它永远不会坏，而是因为即使坏了，它仍然可以漂流。不是因为它知道自己要去哪里，而是因为宇宙没有让它停下。也许这就是人类最诗意的作品之一。我们把一台机器送进黑暗，它带走了我们的声音，也带走了我们的孤独。当我们都不在了，当我们的城市成为尘埃，当我们的语言失去听众，当太阳变成冷却的余烬，航海家1号可能仍然在前方，安静的、缓慢的穿越一个老去的宇宙。它不再说话，但它本身就是一句话，一句来自人类的话。我们曾经在这里，我们曾经仰望星空，我们曾经把自己的声音交给了宇宙。第2部，太阳死后，航海家仍在前进。第13章，家园的最后黄昏。在航海家1号远去之后，太阳系并不会立刻消失，它会继续运转，地球会继续绕着太阳，木星会继续守在外围，土星的光环也会在黑暗中缓慢旋转。对我们来说，太阳系像是一个稳定的家，每天的日出，每天的季节，每一次潮汐，都让人以为这一切会永远持续。但宇宙不会给任何恒星永远，太阳也不例外。它的光来自核心深处的核融合，氢原子在极高温和极高压之下融合成氦，释放出能量。这些能量穿过太阳内部，最后变成光，变成热，抵达地球，照亮海洋，吹动风，推动气候，让植物生长，让生命延续。但太阳核心里的氢不是无限的，它正在被消耗，很慢，却从未停止。大约50亿年后，太阳核心的氢燃料会逐渐耗尽，那时候太阳会开始改变，它不会立刻熄灭，
反而会变得更大、更红，也更可怕。它会进入红巨星阶段，外层大气向外膨胀，像一团慢慢鼓起的火焰。水星会先被吞没，金星也难以逃脱，而地球会走到命运的边缘。在太阳真正膨胀到那一步之前，地球已经不再是生命的家园。海洋会先消失，不是一瞬间蒸发，而是经过漫长的加热，一点一点褪去。云层会改变，大气会失衡，温室效应会失控，天空不再温柔，雨水不再回到海洋，陆地会干裂，森林会消失，河流会断流，最后整个地球表面会变成一片被烤焦的荒原。今天的蓝色星球会失去蓝色，从太空中看，它不再像一颗生命的宝石，更像一块沉默的岩石，被一颗垂死的恒星照亮。这是一个令人心碎的画面，但航海家1号看不到，也听不到，它早已远离这一切。当地球被太阳改写时，航海家1号可能已经在银河系中漂流了几十亿年。它不会知道海洋消失，不会知道大气剥离，不会知道人类曾经的家园被时间带走。它只会继续前进，像一个不知道故乡已经消失的旅人。第14章，外太阳系的短暂春天。但太阳变成红巨星并不只带来毁灭，在太阳系外围，事情会变得非常奇特。今天的外太阳系寒冷、遥远、昏暗，木星和土星周围的卫星大多被厚厚的冰覆盖，例如木卫2，例如土卫2，它们看起来像冰封的世界，但在冰层之下，科学家认为可能藏着液态水海洋，那里没有阳光照耀，却可能有潮汐加热，可能有海底热泉，也可能有化学能量。换句话说，即使在今天，外太阳系也不一定完全死寂，只是它被冰封住了。而当太阳膨胀成红巨星，阳光会变得更降，外太阳系会被加热，那些原本深度冰封的卫星可能迎来短暂的温暖时期，冰层融化，海洋翻涌，水汽上升，原本寒冷的世界可能突然变得活跃。这像是一场迟来的春天，不是发生在地球，而是发生在木星和土星的月亮上。在内太阳系变成地狱时，外太阳系却可能短暂变得更温和。这是一种宇宙级的讽刺，生命的可能性也许会从内侧退去，又在外侧短暂打开，可是这个窗口不会长久。从宇宙尺度看，它只是短短一瞬，也许几百万年，也许几亿年，听起来很长，但和太阳的整个寿命相比，它只是最后黄昏里的一道余光。最后，太阳会失去外层，红巨星阶段也会结束，它不再膨胀，不再照亮外太阳系，留下的是一颗白矮星，小、热、明亮，但没有真正的生命力。那些曾经短暂回暖的冰冷卫星会再次陷入寒冷，海洋重新冻结，水汽凝结，黑暗回来，外太阳系也重新变成冰封的墓园。而航海家1号依然不在那里，他早已远到无法参与任何一幕。他错过了太阳系的出生，也会错过太阳系的死亡，但他带走了太阳系的声音，这一点比任何画面都更动人。第15章，白矮星时代。当太阳死亡之后，它不会彻底消失，它会留下核心，这个核心就是白矮星。白矮星很小，大小大约接近地球，但它的质量却接近太阳，这代表它极度致密。一茶匙白矮星物质可能重达数吨，甚至更多。它不是普通的火球，它是恒星死亡后被压缩到极致的余烬。白矮星内部不再进行稳定和融合，没有新的能量来源，没有真正的燃烧，只有过去留下的热。
慢慢往外散去。这个冷却过程会非常漫长，长到超过我们的直觉，它可能需要千万亿年级别的时间，才会完全冷却成黑矮星。黑矮星是一种理论中的天体，它不再发光，不再温暖，只是冰冷、黑暗、沉默。但现在的宇宙还不够老，所以宇宙里还没有真正的黑矮星，因为宇宙只有138亿年左右，还太年轻，甚至不足以让最古老的白矮星完全冷却。而在1兆年后，太阳的白矮星残骸可能仍然在发出微弱光芒，不再像今天的太阳，不再耀眼，不再金黄，不再给世界带来白昼。它可能像一颗暗红色的碳，冷冷地悬在黑暗中。如果那时候地球还存在，它可能已经只是焦黑的岩石，或者早已被太阳演化过程摧毁。即使仍然绕着白矮星运行，也不再是我们认得的地球。没有海，没有云，没有生命，没有记忆，但太阳的残骸还在，像一座宇宙坟墓的灯，慢慢变暗，慢慢冷却，慢慢等待真正的黑暗。而航海家1号在更远的地方继续穿过银河，这时候它和太阳之间的关系早就不再像孩子和母亲，更像2件古老遗物，一件留在家园废墟中，一件飘向深空，都在冷却，都在沉默，都在时间里慢慢变成宇宙的背景。第16章，行星也可能流浪。太阳变成白矮星后，太阳系不一定立刻瓦解，木星可能还在，土星可能还在，天王星和海王星也可能继续绕着太阳残骸运行。但太阳已经失去大量质量，它的引力也不再像从前那样强，行星地轨道会慢慢变得更脆弱。在极长的时间里，路过的恒星会产生微小影响，银河系的潮汐力也会一点一点改变轨道。这些变化短期看很小，几乎可以忽略，但时间足够长时，小变化会累积，最后某些行星可能被抛出去，离开太阳残骸，成为流浪行星。流浪行星是不再绕任何恒星运行的世界，它们独自漂浮在黑暗里，没有日出，没有季节，没有恒星照亮天空，只有内部残留的热，以及宇宙背景的寒冷。今天的银河系里可能已经有大量流浪行星，有些是形成初期被抛出，有些是星系重力扰动造成，有些可能来自死亡的恒星系统。它们像无家可归的世界，在银河中漂泊。如果未来的木星或者海王星也被抛出太阳系，它们就会加入这支黑暗的队伍。而航海家1号从某种意义上说，早就已经是一个更小的流浪者。它不是行星，没有大气，没有地质，没有海洋，但它和流浪行星一样，都不再属于任何温暖的家，都被引力送进漫长漂流，都没有目的地，也没有归程。只是航海家1号多了一件东西，它带着讯息。它不是自然生成的石头，而是一个文明故意送出去的证据，这让它在宇宙里显得格外孤独，也格外珍贵。第17章，银河系的第一场大改变。在仙女座真正撞上银河系之前，银河系还会经历另一场事件，那就是大麦哲伦星云的靠近。大麦哲伦星云是银河系的半星系，它比银河系小很多，但仍然巨大，里面有数十亿颗恒星。它现在正在银河系附近运动，像一个被引力牵住的岛屿。长久以来，我们以为它只是绕着银河系运行，但新的模型显示，它可能并不会永远绕下去。未来20亿到25亿年左右，它可能会和银河系发生合并。这场合并比仙女座合并更早，规模也小得多，但它仍然会改变银河系。它可能带来新的气体，引发新的恒星形成，也会扰动银河系的外围结构。
让某些恒星轨道被改变，让星系晕变得更加混乱。航海家1号那时已经在星际空间中漂流很久，它可能仍然受到太阳原本轨道的影响，跟着银河系旋转。它不会感受到一场爆炸，也不会被某道光吞没，它只会慢慢进入一个重力环境更复杂的银河。大麦哲伦星云的合并像是银河系未来命运的序章，真正的大戏还在后面，因为仙女座正在路上。第18章，仙女座正在靠近。今天在晴朗的夜空中，如果没有城市光害，人眼其实可以看见仙女座星系，它像一片模糊的光斑，安静地挂在天上，看起来温柔遥远，几乎没有威胁。但那片光斑其实是一个巨大的星系，比银河系还大，里面有数千亿颗恒星，也有气体、尘埃、星团、黑洞以及无数行星的可能性。仙女座不是静止在那里，它正在朝我们靠近，速度大约每小时40万公里。这个速度非常快，但距离太大，所以整个过程看起来极慢。大约45亿年后，仙女座和银河系会开始第一次近距离交汇。那不会是电影里的爆炸，不会有星星像火球一样互撞，也不会有一面宇宙墙撞过来，它会像2团巨大的烟雾，互相穿过，互相拉扯，互相改变形状。恒星之间距离太远，所以直接碰撞很少，但重力会重新安排一切。银河系的悬臂会被拉长，仙女座的结构也会被扭曲，大量恒星会被送上新的轨道，一些恒星可能被抛向外围，一些甚至可能离开整个合并星系，进入星系际空间。第一次交汇后，2个星系可能会再次分开，但它们逃不掉彼此，重力会把它们拉回来。第2次接近，第3次接近，一次比一次混乱。最后，银河系和仙女座会真正合并，变成一个新的巨大星系。它不再是今天的漩涡银河，更可能是一个椭圆星系。有时候，科学家会用一个昵称形容它 Melkomeda， 银河与仙女座的混合体。这是一个很轻松的名字，但背后的画面却无比壮观。整个夜空会被改写，星座会消失，熟悉的银河带也不再存在，所有人类曾经仰望过的星空形状都会成为过去。而航海家1号会在这场星系级重组中成为一粒沉默的金属尘埃。第19章，航海家会被甩出去吗？这里有一个关键问题，银河系和仙女座合并时，航海家1号会发生什么？答案是没有人能精确知道，但我们可以描述几种可能。第一种可能，它仍然留在合并后的星系里，沿着一条巨大轨道绕着新的星系中心运行。这条轨道可能很长、很扁、很混乱，每绕一圈可能需要数亿年，甚至更久。在这种情况下，航海家1号会成为 Melkomeda 的一个微小成员，它不属于任何恒星，不属于任何行星，只是在新星系的外围慢慢画出难以想象的弧线。第2种可能，它在合并期间被重力甩出去，离开合并星系，进入星系际空间。这是一片更大的荒原。如果星际空间已经够空，那星系际空间更接近真正的空无，那里可能几百万光年内都没有大型星系，只有极少量气体、极少量尘埃，以及偶尔被抛出的恒星、流浪行星和像航海家这样的碎片。如果航海家1号真的被抛到那里，它会变得更加孤独，不再只是离开太阳，也不再只是离开太阳系，而是离开整个星系家园。它会成为星系之间的漂流者，一个来自早已消失文明的无声使者，在真正的宇宙荒野中穿行。第3种可能，它在合并中被带到新的轨道，既不完全留在中心附近，也不完全逃逸，
而是在外围区域以非常长的路径徘徊。这也许是最真实的答案，不是一个清楚的终点，而是一段漫长的不确定。但无论哪一种情况，有一点都一样，航海家1号不会主动选择，它没有导航，没有动力，没有意志，它只会被重力带走，像一片落叶，被一条看不见的河流推着走。而那条河不是水，是时空。第20章，黑洞的合并。银河系中心有一个超大质量黑洞，它叫人马座 A 星，质量大约是太阳的400万倍。它现在安静地坐在银河系中心，周围有恒星高速绕行。仙女座星系中心也有一个超大质量黑洞，而且更大，质量可能达到上一个太阳。当2个星系合并时，这2个黑洞也会逐渐靠近，它们不会立刻相撞。一开始，它们会在新星系中心附近彼此绕行，像2个极重的舞者，在黑暗中慢慢缩短距离。周围的恒星和气体会带走它们的轨道能量，让它们越靠越近。最后，在极其剧烈的时空事件中，2个黑洞会合并，形成一个更大的黑洞。那一刻会释放出强大的重力波。重力波不是光，不是声音，而是时空本身的涟漪。它会以光速向外传播，穿过星系，穿过黑暗，穿过任何还在附近的天体。但对航海家1号来说，这也几乎不会造成伤害，因为它太远，也太小。等重力波传到它所在的地方，那种扭曲已经非常微弱，它不会被撕碎，不会被点燃，不会突然改变命运。它可能只是继续漂流，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这就是宇宙最令人震撼的地方。对整个星系来说，那是一场中心黑洞的巨大合并，是时空的深层震动。但对一个小小的探测器来说，它也许只是背景里一场无声的波纹。第21章，星座将全部消失。我们今天看到的星空其实只是暂时的排列。北斗7星，猎户座、天蝎座、仙后座，这些星座看起来像固定在天空，但其实每颗星都在运动，只是因为距离太远，人的一生太短，所以我们看不出变化。几万年后，星座会变形；几十万年后，今天熟悉的星座会难以辨认；几百万年后，夜空已经是另一张图；而在几十亿年后，银河系和仙女座的合并会彻底改写天空。如果那时还有观察者，他们不会认得我们今天的星空。猎户座不在了，北斗不在了，银河不再像一道白色河流，而是变成一片混乱的星光背景。又经过更久时间，合并后的星系会慢慢稳定，形成新的结构，但那已经不是人类的天空，不是诗人写过的天空，不是航海者出发时的天空，也不是古人用来辨认季节的天空。我们熟悉的夜空其实是一张短暂的照片，它存在于宇宙历史中非常非常小的一段时间，而航海家1号会穿越这些变化，从一个星座时代飘到另一个星座时代，最后飘进一个再也没有人能认出星座的时代。它不看天空，但它被天空包围；它不记录变化，但它本身就是变化的见证。第22章，一个文明的尺度。这时候，我们需要停下来，重新感受一下时间。人类文明有多长？如果从最早的城市算起，也只是几千年；如果从农业开始算起，也不过1万多年；如果从现代科学算起，更只有几百年。而航海家1号在我们的想象中会漂流1兆年。1兆年是宇宙目前年龄的70多倍，今天宇宙大约138亿岁。1兆年等于把整个宇宙历史从大爆炸到今天重复70多次。这不是普通的遥远，这是一种会让语言失效的遥远。
如果把宇宙从诞生到今天压缩成一天，那么人类文明只出现在午夜前最后一瞬，航海家1号的发射更只是那最后一瞬里的一个微小闪光，但1兆年会让这一天延长成70多天。换句话说，我们今天所知道的一切，宇宙的诞生、星系的形成、太阳的出现、地球的冷却、生命的演化、恐龙的兴衰、人类的出现、文明的建立、科技的爆发、航海家1号的发射，全部都只是前面极短的一小段，而航海家1号可能会在后面更长的时间里继续存在。这就是它真正令人震撼的地方。它不是伟大在尺寸，不是伟大在力量，也不是伟大在速度，它伟大在时间。它把人类的痕迹送进了一个几乎无法想象的尺度里。我们的身体很短暂，我们的城市很短暂，我们的语言很短暂，但一台沉默的探测器可能会替我们存在得更久，久到连太阳都成为过去。第23章，最安静的纪念碑。地球上的纪念碑总是向上建造，金字塔、神殿、大教堂、纪念碑、摩天大楼。人类喜欢用高度对抗遗忘，我们把石头堆高，把名字刻下，把故事写进墙壁，希望未来的人能看见，希望时间不要抹掉我们。但地球不会让任何东西永远停留，风会磨平石头，水会侵蚀地基，地震会改变城市，植物会爬上废墟，沙漠会吞没道路，海水会淹没港口。就算最坚固的建筑，在宇宙尺度上也只是短暂痕迹。航海家1号不同，它不是建在地球上，它被送离了地球，这正是它可能长存的原因。它不在风雨中，不在海浪旁，不在板块运动上，不在生命循环里，它在深空，在接近真空的环境里，在几乎没有东西会发生的地方。所以它成了一座最安静的纪念碑，没有基座，没有广场，没有参观者，没有国旗，没有守卫，只有一个金属身体，一张黄金唱片和一条漫长到不可思议的轨迹。它不是站在地球上提醒后人，而是飘在宇宙中提醒未知。曾经有一种生命短暂的出现，短暂的思考，短暂的发明火箭，然后把自己的声音送向群星。这座纪念碑不会说话，但它比任何石碑都更遥远。它也许永远不会被找到，但它仍然存在，存在本身就是它的讯息。第24章，下一个更黑暗的未来。但故事还没有到1兆年，也没有真正结束，因为在1兆年之后，宇宙仍然会继续老去，红矮星会慢慢熄灭，白矮星会继续冷却，中子星会变得更加安静，黑洞会继续等待，新的恒星形成会越来越少，因为星系里能形成恒星的气体会逐渐被消耗，一部分变成恒星，一部分被锁进残骸，一部分被加热，一部分被抛散。宇宙最明亮的时代正在过去，未来的夜空不会越来越热闹，而是越来越空，越来越暗，越来越冷。1兆年后，最后一批红矮星也许还在发光，但再往后数兆年、数十兆年，它们也会耗尽燃料。那时候真正的恒星时代才会接近尾声，宇宙会进入更深的黑暗。那是另一个故事，一个更加遥远、更加寒冷也更加寂静的故事。而航海家1号如果仍然没有被撞碎，没有被吞噬，没有被某种未知物理过程摧毁，它仍然会在那里，不再属于任何时代，也不再属于任何家园。它只是继续漂流，从恒星时代飘向残骸时代，从有光的宇宙飘向更深的黑暗。它的旅程远远超出它的设计者所能想象，也超出我们今天
对一台机器的理解。因为航海家1号最终不是工具，不是探测器，不是太空船，它会变成时间本身的一部分，一个人类亲手送进深时间的物体，而这才是它真正的奇迹。第3部1兆年后的宇宙，航海家看见什么？第25章最后的星光。1兆年后，宇宙还没有完全死亡，但它已经很老，老到今天的夜空几乎全部消失。那些巨大的蓝色恒星早就不在了，那些明亮的白色恒星也早已耗尽燃料。像太阳这样的恒星大多变成白矮星，像冷却中的余烬，在黑暗里微微发红。而真正还在燃烧的是红矮星。红矮星很小，很暗，也很安静。它们不像巨大恒星那样壮烈，不会在短时间内烧尽自己，也不会用超新星爆炸照亮整个星系。它们更像一盏盏小灯，低调、缓慢、耐心，一点一点消耗氢燃料。也正因为如此，它们能活得极久。有些红矮星可以燃烧数万亿年，甚至更久。所以在1兆年后，宇宙里仍然可能有星光，只是那种星光已经不是今天的星光，它更暗、更红、更稀疏，也更孤独。如果那时有一双眼睛能够望向天空，它看到的不是满天繁星，而是几点暗红色的火光，零散地分布在巨大黑暗里，像一座快要熄灭的炉火。最后几颗碳还在微弱地亮着。航海家1号如果仍在银河残骸中漂流，就会穿过这样的宇宙。它不会感到寒冷，不会感到孤单，不会知道星光变少，因为它没有意识，没有眼睛，没有情绪。但它会在物理上真的存在于那片黑暗里，一块冰冷的金属掠过最后的恒星时代，没有记录，没有回报，没有任何声音，只有运动仍然持续。第26章恒星时代的晚年。宇宙的历史可以像生命一样分成阶段。早期宇宙像婴儿，炽热、混乱，充满高能粒子。后来物质聚集，形成第一批恒星，宇宙开始有了光，星系形成，星云旋转，恒星出生，行星凝结。这是宇宙最明亮的时代。我们现在就生活在这个时代中。天文学家称它为恒星时代，因为宇宙里还有大量恒星，还有新的恒星正在形成，还有星云，还有气体，还有星系之间的壮观结构。但恒星时代不是永远的，恒星需要燃料，燃料主要是氢。每诞生一颗恒星，就有一部分氢被锁进恒星内部，一部分被核融合转化，一部分被抛成重元素，一部分成为白矮星、中子星或黑洞的一部分。时间越久，能形成新恒星的原料就越少，星系里的气体会被消耗，被加热，被吹散，被锁进残骸。最后新恒星会越来越少，夜空不会突然关灯，它会慢慢变暗。一个星云停止形成恒星，一片悬臂失去气体，一颗白矮星继续冷却，一颗红矮星慢慢耗尽燃料。整个宇宙像一座巨大的城市，一盏灯一盏灯熄灭，但没有人能阻止，也没有人能重新点亮。在1兆年后，恒星时代还没有完全结束，但它已经进入晚年。宇宙不再年轻，不再热闹，不再到处诞生新星，它开始变得节省、安静、稀薄，只剩最耐久的红矮星还在慢慢燃烧。而航海家1号正漂流在这个老去的时代里，它本身也像一个老物件，和整个宇宙一起慢慢进入沉默。第27章银河系不见了。1兆年后，我们今天的银河系已经不会存在，至少
不会以今天的样子存在。今天的银河系是一个漩涡星系，有银盘，有悬臂，有中央核球，有星际尘埃，有气体云，有新恒星诞生的区域。从外面看，它像一个巨大的发光漩涡，优雅、扁平，带着螺旋状结构。但这种形状只是暂时的，仙女座星系的到来会彻底改变它。经过多次接近，多次穿越，多次重力拉扯，银河系和仙女座会逐渐合并成一个新的星系。这个新星系很可能不再是美丽的漩涡，而是一个巨大的椭圆星系。它更圆、更厚，也更混乱。恒星不再沿着清楚的悬臂运动，而是以各种方向围绕中心穿梭，像一团古老的星光云。这个新星系有时被称为 Melkomeda 银河，加上仙女座，成为一个新的庞然大物。可是到1兆年后，就连 Melkomeda 也已经很老，它里面的气体大多被消耗，新的恒星形成变得非常稀少。它不再像年轻星系那样到处有蓝色年轻恒星，也不再有壮观的星云发光。它更像一座星系墓园，里面有白矮星、红矮星、中子星、黑洞、流浪行星，还有大量不再发光的残骸。而航海家1号可能就在这座古老星系里，沿着某条巨大轨道缓慢运动。它可能绕着星系中心一圈又一圈，每一圈都需要数亿年，甚至更久。也可能它早就被甩出去了，进入星系之外的空间。但如果它仍在 Melkomeda 里，它身边的宇宙会像一座沉默的废墟，曾经满是星光的地方只剩稀疏而昏暗的火点。第28章宇宙世界之外。1兆年后，最令人不安的变化可能不是星星变少，而是宇宙本身变得不可见。今天我们能看见非常遥远的星系，那些星系的光从宇宙年轻时出发，穿越数十亿年，最后抵达地球。所以当我们看深空，其实是在看过去，看见年轻的星系，看见早期宇宙，看见光穿过漫长时间留下的痕迹。但未来不会一直如此，宇宙在膨胀，而且膨胀正在加速。越远的星系退行速度越快，当它们越过某个极限后，它们发出的星光就永远无法到达我们。这个极限就是宇宙世界，它像一条看不见的边界，不是墙，不是屏障，不是物质，而是空间膨胀造成的命运。一旦某个星系越过世界，它就不是突然消失，而是慢慢变暗，光被拉长，波长变得越来越长，从可见光变成红外线，再变成微波，最后变得再也无法探测。它就像远方海面上的船，不是突然沉没，而是越走越远，越来越暗，最后消失在地平线外。到了大约1000亿年后，本星系群之外的星系几乎都会离开可观测范围。到1兆年后，这件事早已成为古老历史。那时候，如果 Melkomeda 里还有文明，他们用最降的望远镜望出去，也看不到今天我们看到的宇宙。他们不会看见侍女座星系团，不会看见遥远星系，不会看见宇宙网，不会知道外面曾经有无数岛宇宙。在他们看来，自己的星系可能就是全部，他们的宇宙会小得多，也孤独得多。这件事非常深刻，因为它代表未来的观察者可能无法发现宇宙膨胀的完整证据，无法看见今天我们看见的深空，无法理解自己只是更大宇宙的一小部分。宇宙的真相会被时间藏起来，而航海家1号就漂流在这样的时代里。它来自一个曾经能看见远方星系的时代，但它未来可能存在于一个
远方星系早已不可见的宇宙，它像一个从古老真相里飘出来的物体，带着一个未来宇宙再也看不见的记忆。第29章，黄金唱片还能读吗？现在我们回到航海家1号身上，1兆年后，那张黄金唱片还能读吗？这个问题很难，但也非常迷人。黄金唱片不是纯金制成，它是镀金铜唱片，外层镀金，是因为黄金非常稳定，不容易氧化，不容易腐蚀。在地球上，黄金能保存很久，在太空中它更有优势，因为深空没有雨，没有氧，没有微生物，没有土壤，没有大气化学反应，所以从材料角度看，黄金唱片很可能会保存极久。它不会像地球上的唱片那样被潮湿破坏，不会发霉，不会生锈，不会被人手磨损。但是宇宙不是完全温柔的，宇宙射线会长期轰击它，高能粒子会撞击表面，可能造成微小损伤，也可能慢慢改变材料结构。微小尘埃如果高速撞上它，也会留下细小坑洞。1兆年很长，长到微小损伤也能累积，所以唱片不会像新的一样，它可能布满微小伤痕，表面可能变得粗糙，部分细节可能受损，但完全消失并不一定。尤其在星际空间如此空旷的情况下，它有可能仍然存在，甚至仍然保留部分可读资讯。这里要说的诚实一点，我们不能保证，不能说1兆年后唱片一定完好，但也没有明确理由认为它一定会完全毁灭。如果有一天某个遥远文明真的找到航海家1号，他们也许会看到一张古老的圆盘，一张被时间磨损的金色圆盘，上面刻着符号，刻住播放方法，刻着来自地球的资讯。也许有些地方已经模糊，也许有些讯号已经残缺，但核心讯息或许仍然存在。那是一个文明的自我介绍，它没有炫耀武力，没有宣称领土，没有命令宇宙听从，它只是说，我们在这里，我们来自一颗有海洋的星球，我们会听音乐，我们会说话，我们会问候陌生人，我们知道自己很小，但我们仍然想被理解。这就是黄金唱片最伟大的地方，它不是为了实用，而是为了意义。第30章，如果被发现。假设在1兆年后，某个文明真的发现了航海家1号，这会是什么情景？首先，这种几率极低，低到几乎可以忽略。星际空间太大，航海家1号太小，它没有主动发光，没有强力讯号，没有导航灯，也不会呼救，它只是一个冰冷物体，在巨大黑暗中漂流。要发现它，需要极高的技术，也需要极大的运气。那个文明必须刚好在附近，必须有能力探测极小天体，必须对这种微弱异常感兴趣，还必须愿意靠近它。但假如这件事真的发生，那将是宇宙中最安静也最震撼的考古发现之一。他们找到的不是一颗自然形成的小行星，不是一块普通金属，而是一件明显被制造的东西，有天线，有结构，有仪器臂，有人工设计痕迹，还有一张刻着讯息的唱片。他们也许不认识人类，不认识地球，不认识太阳，甚至可能在他们的天空中早已看不见我们原本所在的位置。但他们会知道一件事，很久以前，在宇宙某处有一个文明曾经发展到能把机器送进星际空间。它不是神话，不是猜想，不是传说，而是物证，一个小小的物体，证明智慧曾经出现，曾经看向天空，曾经把自己的一部分交给黑暗。这一幕几乎像考古学，只是考古的地点不是沙漠，不是古城，不是海底沉船，
而是星际空间。考古的对象不是几千年前的文明，而是1兆年前的文明回声。那个文明就是我们。第31章，如果永远没被发现。但更可能的情况是，航海家1号永远不会被发现，它会一直漂流，从一片空旷进入另一片空旷，从一个星系时代进入另一个星系时代。没有任何眼睛看见它，没有任何文明读取它，没有任何人知道它还在。这听起来悲伤，但也许并不完全悲伤，因为黄金唱片的价值不只在于被找到，也在于被送出。有些讯息本来就不一定有回音，有些信本来就不一定会被读到，但写下它，送出它，本身就是一种姿态。航海家1号就是这样，它不是人类对宇宙的征服，而是人类对宇宙的问候。它不是说我们要占有星空，而是说我们曾经短暂醒来，我们曾经好奇，我们曾经想知道远方是否还有别的心灵。即使没有答案，这个问题本身也值得被送出去。所以即使航海家1号永远孤独，它也不是毫无意义。它的意义不依赖观众，不依赖掌声，不依赖回复。它的意义存在于出发那一刻，存在于人类愿意想象他者的那一刻，存在于我们愿意把自己的声音放进黑暗的那一刻。第32章，航海家会旋转。航海家1号失去电力后，还会发生一件事，它会慢慢失去姿态控制。今天的航海家1号仍然努力让天线指向地球，这需要控制，需要电力，需要小推进器，需要地球上的工程团队不断计算，不断修正，不断延长它的生命。但当电力耗尽后，这一切都会结束。它不再知道地球在哪里，也不再能把天线对准任何方向。它会开始慢慢翻滚，这种翻滚可能非常慢，慢到一开始几乎感觉不到，但几百年、几千年、几万年后，它的姿态会完全不同。微小的力会慢慢累积，星光照射不均，热量散失不均，微小粒子撞击，材料微量溢出，遥远天体的引力拉扯，所有这些力量都很小，小到在人的一生中几乎没有意义，但时间足够长，它们会改变一切。最后，航海家1号可能像一片落叶，在深空中缓慢旋转。它的天线曾经精准指向地球，那是它和我们之间的生命线。可是在未来漫长岁月里，那面天线会指向任何方向，指向暗淡红矮星，指向黑暗虚空，指向不存在回音的地方。它不再寻找地球，因为它已经没有能力寻找。这个细节很小，却非常诗意。一台曾经极度精准的机器，最后会用最无目的的方式漂流。一台曾经为通讯而生的探测器，最后会永远沉没。一台曾经指向家的飞船，最后会不再知道家在哪里。第33章，它有多冷？一旦电力耗尽，航海家1号会变得非常冷。在太阳系内，太阳能加热物体，即使很远，仍然有微弱影响。但航海家1号越飞越远，太阳光越来越弱，最后它的温度会接近深空背景温度。这个温度接近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温度，大约 2.7 K， 也就是摄氏零下270度左右，只比绝对零度高一点点。绝对零度是理论上最低的温度，在那里热运动几乎降到极限，所以航海家1号会变成一个极冷的物体。它的金属会收缩到稳定状态，它的电子系统不再工作，它的燃料没有用途，它的仪器不再醒来。但冷并不一定代表毁灭，相反，稳定的低温可能帮助保存它。没有剧烈热胀冷缩，没有阳光反复烘烤，
没有行星上的日夜温差，它在深空中会被一种几乎恒定的寒冷包围。这种寒冷不是生命能承受的寒冷，却可能是物体保存的寒冷。航海家1号就像被宇宙冷藏起来，在黑暗中慢慢穿越时间。第34章，真正的威胁。如果深空这魔空，航海家1号会不会永远存在？答案仍然不能说绝对，因为宇宙里还是有威胁。第一种威胁是微陨石和尘埃。星际空间里有尘埃，非常稀疏，但不是完全没有。如果一粒尘埃以高速撞上航海家1号，它也可能造成损伤。速度越快，能量越大，即使是很小的颗粒也可能留下坑洞，但这种事件很罕见。星际空间太空撞上大物体的几率更低。第二种威胁是宇宙射线，这些是高能粒子，来自超新星，来自黑洞附近，来自其他剧烈天体物理过程。它们会穿过太空，撞击物质。一颗粒子影响很小，但1兆年足以让无数粒子累积作用。它们可能破坏材料表面，改变晶格，让塑胶和电子元件裂化，让某些材料变脆。但航海家1号不是靠电子元件保持存在，它的功能会死去，但结构可能还在。第三种威胁是重力。如果它接近某颗恒星，可能被改变轨道；如果它靠近黑洞，可能被吞噬；如果它被星系合并甩出，可能远离一切。但真正撞进黑洞或撞上恒星的几率极低，因为宇宙太空旷，天体看似很多，实际上距离巨大，所以最可能的命运不是壮烈毁灭，而是无限接近无聊的漂流。这一点反而最震撼。航海家1号的未来不像科幻电影，没有爆炸，没有大战，没有最后一刻的讯号，只有漫长、冷、黑和安静。第35章，质子会衰变吗？如果时间继续拉长，我们会遇到更深的未知。1兆年对宇宙来说很长，但对某些物理问题来说还不够长。其中一个问题叫质子衰变。质子是原子核的重要组成部分，你身体里的原子、地球里的原子、航海家1号里的原子都依赖质子存在。在目前已知物理中，质子看起来非常稳定，我们没有观察到质子衰变，但某些理论预测质子可能不是永远稳定，它也许会在极端漫长时间后分解。问题是，如果它真的会衰变，时间尺度可能极其巨大，至少可能超过10的34次方年。这个数字大到难以理解。1兆年是10的12次方年，而10的34次方年比它大了10的22次方倍。这不是大很多，而是完全不在同一个层级。所以对1兆年这个问题来说，质子衰变几乎不重要。如果质子稳定，航海家1号的原子结构可以安全存在更久。如果质子最终会衰变，那也是在比1兆年更遥远无数倍的未来。这提醒我们一件事：宇宙的未来不只取决于天文学，也取决于粒子物理，取决于物质本身到底是不是永恒稳定。航海家1号的命运最后不只是太空船问题，而是物质本身的问题。它会不会存在，取决于宇宙的最底层规则。第36章，黑洞也会老去。在1兆年后，黑洞仍然存在，而且会非常重要。宇宙中的大型恒星早已死去，很多变成黑洞。星系中心的超大质量黑洞也仍然坐在那里，包括银河系和仙女座合并后中心形成的巨大黑洞。黑洞看起来像终点，任何东西越过事件世界就无法逃出，连光也不行。但黑洞也可能不是永恒的。史蒂芬·霍金提出，
黑洞会透过量子效应缓慢辐射能量，这叫霍金辐射。对小黑洞来说，这种效应可能比较明显，但对大型黑洞来说，它慢到不可思议。黑洞越大，蒸发的越慢。一个恒星质量黑洞要蒸发所需时间已经远远超过宇宙目前年龄，而超大质量黑洞需要的时间更夸张，可能长达10的90次方年，甚至更久。所以1兆年后，黑洞几乎仍然像新的一样。对他们来说，1兆年只是短暂片刻，它们会继续存在，继续扭曲时空，继续成为星系残骸的重力中心。航海家1号只要没有靠得太近，就不会受到太大威胁。它可能在某个巨大黑洞的遥远引力场中，沿着极长的轨道漂移，也可能完全远离它们。黑洞像宇宙里最深的井，而航海家1号像一粒微尘，在井口之外的黑暗中飘过。第37章，热寂还很远。很多人谈到宇宙终点，会提到热寂。热寂是宇宙可能的最终命运之一，它指的是一个状态，所有可用能量都被均匀分散，再也没有温差，没有能量梯度，没有恒星燃烧，没有生命活动，没有机器运转，没有新的结构形成，一切都趋向平衡，一切都变得安静。但热寂很遥远，远到1兆年，在它面前几乎只是开始。某些估计认为，真正接近热寂的时间可能是10的100次方年，或更长。这个数字比1兆年大得太多，大到比较本身几乎失去意义。所以1兆年后，宇宙虽然老，但还没有到最后。还有红矮星，还有白矮星，还有黑洞，还有中子星，还有各种残骸，还有稀疏的运动，还有重力仍在塑造轨道。它不是热闹宇宙，但也不是完全静止宇宙，它更像漫长黄昏，不是白天，也不是深夜，而是光快要消失之前那段最沉默的时刻。航海家1号漂流的正是这个黄昏，一个持续上兆年的宇宙黄昏。第38章，它到底在哪里？现在我们再次回到最初的问题：1兆年后，航海家1号会在哪里？答案仍然不能精确，但我们可以把可能性说清楚。如果它仍被合并后的 Melkomeda 束缚，它可能位于星系外围，沿着极长轨道运行。它周围可能有稀疏红矮星、白矮星、黑洞残骸、流浪行星以及大量黑暗物质。它每完成一圈可能需要数亿年，甚至更久。它不属于任何恒星系，只属于整个星系的重力场。如果它被星系合并抛出，它可能在星系际空间漂流，那里比星际空间更空，周围可能数百万光年都没有明亮星系。它可能沿着一条几乎直线的路径穿越黑暗，远离一切。在这种情况下，航海家1号会成为真正的宇宙漂流者，不是离开地球，不是离开太阳，不是离开太阳系，而是离开整个星系家园。如果它在某次近距离重力遭遇中被某颗恒星改变方向，那它的路径会更加复杂。但这种近距离遭遇几率不高，更大可能还是漫长而平淡的漂流。所以最诚实的答案是，它可能在 Melkomeda 的外围，也可能在星系际虚空，但无论在哪里，它都会极其孤独，极其寒冷，极其安静，也极其古老。它不会抵达目的地，因为它没有目的地，它只是继续。第39章，为什么它比我们长久？航海家1号最不可思议的地方，不是它飞得多快，而是它可能存在的多久。在地球上，越复杂的东西通常越脆弱。手机会坏，电脑会坏，汽车会坏，建筑会老化，机器需要维修，需要能源，需要环境，需要人照顾。
航海家1号也一样，作为一台机器，它会死去，但作为一个物体，它可能继续存在。这个区别非常重要。功能是短暂的，存在可以很长。它的电脑会失效，但金属框架还在；它的仪器会沉没，但天线还在。它不再观测宇宙，但宇宙会保存它。这也是为石魔。航海家1号可能比人类文明长久，比语言长久，比建筑长久，比国家长久，比太阳的主序星阶段还长久。不是因为它完美，而是因为它被放在一个几乎没有破坏因素的地方。深空是一个残酷的地方，不适合生命，但对死物来说，它却像最巨大的保存箱。这就是矛盾。我们不能在那里生活，但我们的某些物品却能在那里长久保存。航海家1号正是这个矛盾的象征。第40章，人类的一小段声音。黄金唱片上装着很多声音，但它们其实很短，和1兆年相比，短得像一瞬。海浪声只有一小段，鸟鸣声只有一小段，经歌只有一小段，人类问候也只有一小段。可是这些短暂声音被放进了一条几乎无限长的旅程，这造成一种巨大的反差。一个文明用很短的生命录下很短的声音，放进一台小小的飞船，然后送进漫长宇宙。这像是把一滴水投入无边大海，水滴几乎不可能改变大海，但它确实进入了大海。人类也是如此，我们不可能改变整个宇宙，但我们能把一点自己送进宇宙。这一点很小，却非常珍贵，因为它代表意识，代表好奇，代表一种生命形式，在短暂存在中意识到自己身处浩瀚宇宙，并试图留下痕迹。航海家1号的伟大不在于它能征服星空，它从来不能。它太小，太慢，太孤独。它的伟大在于它承认我们的渺小，却仍然选择出发。第41章，它是我们的回声。1兆年后，如果航海家1号仍存在，它不会记得我们。它不是生命，没有记忆，没有情感，没有忠诚，但对我们来说，它像一个回声，一个从20世纪传出去的回声。那时的人类刚刚开始真正探索太阳系，我们还不知道木星卫星有火山，还不知道土星系统有那么多细节，还不知道星际空间的真实环境。我们对宇宙的理解仍然非常年轻，但我们已经敢于把东西送出去。这件事本身非常不可思议。一种刚刚学会离开母星的生命，还没真正掌握星际旅行，却已经把问候送进群星。就像一个孩子刚学会走路，就对大海对面喊话，他不知道有没有人听见，但他喊了。航海家1号就是那声喊话，它会越来越远，越来越暗，越来越沉默，但它仍然是人类的回声。即使没有接收者，回声也曾经发出。第42章，下一段旅程。到这里，我们已经看见1兆年后的宇宙轮廓。太阳死亡，地球消失，银河合并，远方星系退到世界之外，红矮星成为最后的灯，白矮星慢慢冷却，黑洞仍然等待，而航海家1号在其中继续漂流。但还有一个问题，我们还没有真正面对，那就是1兆年之后呢？如果航海家1号能撑过1兆年，它能不能撑过10兆年、100兆年，甚至更久？当最后一颗红矮星熄灭，当宇宙真正进入黑暗时代，当恒星不再形成，当星系只剩残骸，当黑洞成为最后的主角，航海家1号还会在哪里？它还会不会存在？黄金唱片还会不会挂在它身上？人类的声音还会不会以某种形式留在宇宙里？下一段，
我们将继续往前，走进比1兆年更远的未来。那不是人类熟悉的宇宙，也不是望远镜今天能看到的宇宙，那是一个几乎没有星光的宇宙，一个由残骸、黑洞、流浪天体和无边黑暗构成的宇宙。而在那里，航海家1号的故事会变得更加安静，也更加令人不安。第4部10兆年后，最后的星星熄灭。第43章，比1兆年更远。1兆年已经远到超出想象，但对宇宙来说，这仍然不是终点，它只是漫长衰老过程中的一站。在1兆年后，宇宙里还可能有星光，最后一批红矮星还在暗暗燃烧，白矮星还有余温，黑洞还在沉默等待，星系残骸还在缓慢运转，航海家1号也可能还在其中漂流。但是如果我们继续往前，来到10兆年后，宇宙会更安静，更冷，也更陌生。到了这个时代，很多红矮星也开始走向终点。那些曾经最节省、最耐久、最不起眼的恒星，终于也要耗尽燃料。它们不像太阳那样膨胀成壮观红巨星，也不会像大质量恒星那样爆炸。它们的死亡更加安静，像一盏灯，慢慢变暗，再慢慢熄灭。这种死亡没有声音，没有火焰，没有爆炸，只是光一点一点消失，直到宇宙里再也没有真正活着的恒星。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转变，因为从第一批恒星诞生以来，宇宙一直有光，有恒星，有核融合，有新生与死亡。但在10兆年级别的未来，这一切开始结束，恒星时代正在关门。而航海家1号如果仍然存在，会跟着宇宙一起进入下一个时代，一个几乎没有星光的时代。第44章，最后红矮星。红矮星是宇宙里最耐心的恒星，它们不炫耀，不闪耀，不急着烧光自己，它们只是一点一点把氢变成氦，把燃料用到极致。越小的红矮星寿命越长，因为它们燃烧得更慢，更均匀，更节省。这和大质量恒星完全相反。巨大恒星看起来明亮、壮观、霸气，但它们的生命非常短，有些只活几百万年，就用超新星结束一生。像宇宙中的烟火，耀眼但短暂。红矮星不是烟火，它们像烛光，小小的，低低的，却能燃烧难以想象的时间。在我们今天的宇宙里，红矮星非常多，只是太暗，不容易被肉眼看见。但在遥远未来，它们会变成最后的主角。当大型恒星早已消失，当太阳型恒星变成白矮星，当银河里的新星形成几乎停止，红矮星仍然存在，像宇宙最后的火种。但火种也会耗尽。到10兆年后，许多红矮星会走到生命尽头，它们的光会比1兆年时更少，更暗，更稀疏。宇宙像一座深夜城市，最后几扇窗也一扇一扇关上。如果那时还有观察者，他看到的天空几乎不再是星空，而是黑暗。偶尔有几点极暗的红光，像快要熄灭的碳，在遥远处微微闪烁，然后它们也会消失。这时航海家1号若仍在漂流，它将穿过一个人类从未真正见过的宇宙，一个星光快要结束的宇宙。第45章，没有日出的世界。当最后的红矮星也熄灭，宇宙会进入一种全新的黑暗。那不是夜晚，因为夜晚至少代表 somewhere 有白天，但在那个时代，没有日出，没有晨光，没有黄昏，没有恒星升起，也没有星光落下。行星如果还存在，多数会成为冰冷的球体，流浪在黑暗中，有些围绕白矮星，有些围绕黑洞，有些不围绕任何东西，
只是孤独漂流。它们的表面没有阳光，没有季节，没有温暖，只有宇宙背景的寒冷，还有内部残留的微弱热量。在这样的世界上，天空不是黑色幕布，而是几乎没有内容的虚空，没有熟悉星座，没有银河带，没有远方星系，没有明亮星云，只有黑暗。黑暗之中可能有看不见的白矮星、黑矮星、中子星、黑洞，以及大量冰冷残骸。这时候，宇宙不再像一片星海，更像一片墓地，一片没有声音，没有风，没有光，也没有终点的墓地。航海家1号如果仍在，就是这片墓地里的一个小小遗物。它不属于任何自然天体家族，它不是恒星，不是行星，不是小行星，不是彗星，它是人工制造的。这一点让它异常特别。在一个几乎全由残骸组成的宇宙里，它本身也是一件残骸，只是这件残骸曾经带着意图出发。第46章，白矮星变成黑矮星。在恒星时代之后，白矮星会成为宇宙的重要居民。白矮星是太阳这类恒星死亡后留下的核心，它很小、很密、很热，但没有新的核融合，只能冷却。冷却，再冷却，这个过程非常漫长。白矮星不会很快熄灭，它可以在黑暗里微微发光很久。1兆年后，很多白矮星仍然有余温，像暗红色的石头，在太空中辐射最后的热。但时间继续往前，10兆年、100兆年、1000兆年，白矮星会变得越来越冷，越来越暗，最后它会成为黑矮星。黑矮星是一种目前还不存在的天体，不是因为它不可能，而是因为宇宙还不够老。白矮星需要太久才会冷却到完全不发光，所以今天的宇宙里还没有真正的黑矮星，但在遥远未来它们会大量出现。它们是死去恒星的最后形态之一，不发光，不燃烧，不温暖，只是一颗颗冰冷而致密的残骸，像宇宙里的黑色石头。这时候，我们的太阳也可能成为其中一颗，曾经照亮地球、驱动海洋、塑造生命、孕育文明的太阳，最终只剩一颗黑暗残骸，没有光，没有热，没有生命围绕，没有谁记得它曾经叫太阳。而航海家1号早已远离它，也许在同一个合并星系里，也许在星系之外，也许在某条被重力改写过无数次的路径上继续漂流。一颗死去太阳的残骸和一台死去文明的探测器，在同一个老去宇宙里各自沉没。第47章，星系变成残骸云。没有新恒星后，星系也会变得完全不同。今天的星系有亮光，有星云，有新星诞生，有壮观悬臂，有尘埃带，有蓝色年轻恒星，也有红色古老恒星。但未来的星系会逐渐失去这些特征，气体被消耗，尘埃被清空，新恒星不再大量形成，亮星一颗颗死亡，最后留下的是残骸、白矮星、黑矮星、中子星、黑洞、流浪行星、冰冷小天体，以及像航海家这样的人工碎片。星系不再是星光组成的城市，而是残骸组成的云。这些残骸仍然受重力支配，它们继续运动，继续互相牵引，继续围绕中心绕行，但整体已经不再明亮。如果你从外面看，你可能几乎看不到它，因为它没有多少光，它更像一团黑暗物质与死星残骸的集合。一个曾经灿烂的星系变成了无光的骨架。Melkomeda， 那个由银河和仙女座合并形成的星系也会如此。它曾经包含数千亿颗恒星，曾经有壮观的星系合并，曾经有新恒星被重力挤压形成，曾经有超大质量黑洞合并，
但最后它会安静下来，星形成停止，亮星消失，残骸占据一切。如果航海家1号仍留在其中，它会像一粒极小的尘埃，飘在一座死去星系的外围，它周围不是繁星，而是看不见的残骸。这个画面很冷，也很安静，但它可能就是宇宙的长期未来。第48章，航海家穿过黑暗星系。想象一下，航海家1号在这个时代的样子，它已经没有任何功能，它不再传讯号，不再接受指令，不再启动仪器，不再维持姿态，它可能在缓慢翻滚，天线指向黑暗，又慢慢转向另一片黑暗。它的表面被宇宙射线打出微小伤痕，金属变得粗糙，一些材料变脆，一些地方留下尘埃撞击的坑洞，但整体轮廓可能仍在。它不漂亮，不崭新，不再像发射时那样洁净，它像一件从无限时间里捞出的古物，只是没有手去捞它，也没有眼睛去看它。它穿过一个黑暗星系，周围的恒星大多不发光，如果它靠近一颗黑矮星，也几乎看不见。那颗黑矮星没有光，只有重力。航海家1号也没有光，只有惯性。两个黑暗物体在黑暗里互相擦肩，也许相隔数万亿公里，也许更远。它们不会相遇，不会交流，不会知道彼此存在，但它们都在同一个宇宙里，一起飘过时间。这样的画面没有科幻电影的刺激，却更接近真正的深空未来。宇宙不是用爆炸结束，而是用沉默拉长，拉得极长，长到所有故事都变成背景。第49章，速度仍然存在。航海家1号失去电力后，还有一件事不会消失，那就是速度。只要没有力量阻止它，它就会继续运动。这是惯性，也是宇宙最基本的规则之一。在地球上，我们很难直觉理解这件事，因为地球上到处都有摩擦。车子不踩油门会停，球滚一段距离会停，船不再推进会慢下来。这让我们以为运动需要一直提供能量，但在太空中，如果没有阻力，物体不需要引擎也能继续移动。航海家1号的引擎并不是一直推着它走，它早就靠最初的发射速度和行星重力助推获得了离开太阳系的路径。之后它只是遵循惯性以及重力继续前进。这很简单，也很伟大。它像一个被丢出去的石子，只是这颗石子被丢进了几乎没有摩擦的宇宙，所以它一直飞。1兆年后它还在飞，10兆年后如果没有碰撞，它仍然在飞。即使太阳消失，即使银河系改变，即使恒星熄灭，它的运动仍然存在。这让航海家1号像一条细小的线，从1977年的地球一直延伸到宇宙深处的未来。那不是光线，不是声音，而是一条轨迹，一条人类亲手开始的轨迹。第50章，没有方向的旅行。可是航海家1号虽然继续前进，它并没有真正的目的地，这一点非常重要。人类旅行通常都有目的地，一座城市，一片海岸，一个国家，一颗行星。但航海家1号不同，它最初有任务：木星、土星、外太阳系。但任务结束后，它的路径不再是前往某个地方，它只是离开，一直离开，离开地球，离开行星区域，离开太阳的保护罩，离开熟悉的天空，最后也许离开整个星系。这不是旅行，更像流放，但不是被惩罚的流放，而是一种宇宙尺度上的放手。我们把它送出去，然后再也不能把它叫回来，它也不会自己回来。它走向的地方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越来越空的未来。
所以10兆年后，航海家1号仍然不会抵达，因为没有抵达这回事，它只是从一个区域飘到另一个区域，从一片黑暗进入更深的黑暗，从一个时代穿过另一个时代。它的旅程不是地图上的线，而是时间里的线。第51章，黄金唱片的漫长磨损。到了10兆年，黄金唱片的状态会更加难以判断。在1兆年的尺度上，我们还可以合理猜测，它可能仍然存在，可能还保留部分可读资讯。但10兆年让不确定性变得更大，宇宙射线的累积损伤会更严重，微小粒子的撞击会更多，材料内部的变化也会更深。镀金表面可能已经不再平滑，细小刻痕可能有些被破坏，部分符号可能变得模糊，部分声音资讯可能不再完整。但是即使它不能完整播放，它仍然可能传达一件事：它是人工制造的，它的几何形状，它的材料组合，它的安装方式，它和航海家主体的关系，都可能显示这不是自然形成的碎石，而是某种智慧的产物。换句话说，即使音乐消失，即使问候残缺，即使影像受损，航海家1号本身仍然可能是一个讯息。它的存在本身就能说明有某个文明曾经懂得制造，懂得发射，懂得把物体送进星际空间。有时候遗迹不需要完整文字也能说话，一块碎陶片能证明古人用过器皿，一段石墙能证明曾有城市，一个金属探测器飘在深空也能证明曾有智慧生命把自己的一部分送离家园。第52章，如果文明早已消失，10兆年后人类还在吗？这个问题我们无法回答，也不应该假装知道。一个物种能存在多久，取决于太多因素：生物演化、科技选择、行星环境、宇宙灾变、自我毁灭、迁徙能力，甚至运气。以地球生命史来看，物种通常不会永远存在，大多数物种最终都会灭绝。人类是否例外？没有人知道。也许我们会在未来扩散到太阳系，甚至更远。也许我们会转化成另一种形式。也许我们的后代不再被称为人类。也许智慧会延续，但形态完全不同。也许我们会消失，像地球上无数物种一样，成为地质和宇宙历史中的一段短暂波纹。无论答案是哪一种，航海家1号都有可能比最初的人类文明长久。它不需要文化延续，不需要能源供应，不需要繁殖，不需要保护，它只需要不被撞碎，只需要物理规则继续允许它存在。这种长久不是生命的长久，而是物体的长久。它没有意义感，却承载意义；它没有记忆，却保存记忆的痕迹；它不理解人类，却可能成为人类最后的证据之一。这就是航海家1号最令人动容的地方。它不是活着的见证者，却可能比见证者更长久。第53章，文明与物体。文明很脆弱，它需要语言，需要传承，需要环境，需要能源，需要社会结构，需要下一代愿意记住上一代。一旦这些链条断裂，文明就会消散。文字可能无人阅读，城市可能无人维护，知识可能无人理解，历史可能变成神话，神话也可能消失。但物体不同，物体不需要被理解，也能存在。一块石头不需要名字，一颗陨石不需要观众，一台探测器不需要被记得，也可以继续漂流。所以有时候最能穿越时间的，不是我们最珍惜的东西，不是感情，不是记忆，不是语言，
而是最沉默的东西：石头、金属、轨道、惯性。航海家1号正好站在两者之间，它是物体，但它带着文明的痕迹；它是机器，但它携带声音；它没有生命，但它来自生命；它不会思考，但它是思考的产物。这让它成为一种非常特殊的存在，不是自然，也不完全只是工具，而是一个短暂文明，留给漫长宇宙的影子。第54章，宇宙没有记忆。宇宙不会主动记住任何人，它不会记住地球，不会记住人类，不会记住我们的名字，不会记住我们的战争，不会记住我们的爱，不会记住我们的语言。宇宙只遵循规律：重力、热力学、量子效应、粒子运动、时空膨胀。从宇宙的角度看，一个文明的兴衰可能只是某颗行星表面一段极短的化学和生物活动。这听起来冷酷，但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留下的东西才显得珍贵。因为没有什么会替我们记住，所以我们才会刻字、写书、建城、拍照、录音、发射探测器。我们用这些方式对抗遗忘，而航海家1号是最极端的一种对抗。它不是把记忆放进博物馆，而是放进宇宙。它不是希望几百年后有人看见，而是愿意面对几万年、几百万年，甚至1兆年。它承认宇宙没有记忆，所以它自己成为一小段记忆，一段漂流的记忆。第55章，黑暗中的考古学。如果10兆年后某个文明真的找到航海家1号，那将不是普通发现，那会是一种黑暗中的考古学。他们不会在沙土里挖掘，不会在古城遗址中清理墙壁，不会在海底寻找沉船，他们会在太空中追踪一个小小的异常物体，靠近它，扫描它，发现它不是自然天体，发现它有设计，有对称，有材料选择，有工程逻辑。然后他们可能会看到黄金唱片，即使唱片受损，也足以让他们困惑。为什么一个物体会带着这样的圆盘？为什么上面有符号？为什么它不是自然形成？如果他们足够聪明，也足够耐心，他们也许能解读出一部分，也许不是全部，也许只是碎片，但碎片已经足够。一段声波，一张影像，一个数学提示，一个脉冲星定位图，一个太阳系的暗示，他们也许会知道，这个物体来自一颗绕着普通恒星运行的行星。那颗恒星在他们的时代可能早已变成黑暗残骸，那颗行星也许早已不存在，但讯息仍在，像一封被时间烧焦的信，只剩边角，却足以证明有人曾经写过。第56章，如果没有任何文明，可是也可能没有文明找到它，也可能宇宙中没有任何生命靠近它，也可能所有文明都太远、太短暂或太晚，也可能航海家1号永远只是一个孤独物体，在黑暗中漂流，没有被发现，没有被理解，没有被读取。那么它是不是就没有意义？不，因为意义不一定来自结果，有些事情意义来自选择。航海家1号的意义在于人类选择把它送出，选择把问候放上去，选择相信未知中也许有理解的可能，即使几率很低，即使回音几乎不可能，我们仍然这么做。这不是效率最高的行为，不是最实用的行为，也不是最能保证回报的行为，但它很人类，非常人类。因为人类不止求生，也会提问，不止使用工具，也会留下象征，不止看见眼前，也会想象自己永远看不到的远方。航海家1号就是这种想象的结果，所以即使他永远孤独，他仍然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它把我们的想象带到了我们到不了的地方。第57章，真正黑暗时代的开始。当最后红矮星熄灭，宇宙进入真正的黑暗时代。这个时代有时被称为退化时代，因为宇宙的主要成分不再是活跃恒星，而是退化残骸。白矮星、黑矮星、中子星、黑洞以及冷行星，能量仍然存在，但很难集中使用，光仍可能偶尔出现，但不再来自普通恒星。有些事件仍会发生，但频率极低，例如2颗黑矮星在几掌时间后碰撞，可能引发罕见爆发；某些黑洞可能吞噬周围物质，短暂释放能量，但这些事件都非常稀少。宇宙的日常将是沉默。这时候的航海家1号如果仍然完整，会处于一个几乎没有光的背景中，它自身不发光，周围也几乎没有光照亮它，它可能几乎永远不可见，除非有某个物体靠得很近，或某个文明主动寻找，否则它就像不存在一样。但物理上它仍然可能存在。这种存在很奇怪，没有观察者，没有用途，没有任务，没有回忆，但它仍然占据空间，仍然有质量，仍然沿着路径移动，仍然把一段来自地球的历史封存在自己的材料里。第58章，从光明到残骸。我们可以把航海家1号的旅程看成穿越宇宙时代的长镜头。它出发时，宇宙仍然明亮，太阳在燃烧，地球有海洋，银河系有悬臂，星系在远方闪耀。它穿过木星，穿过土星，离开行星世界，进入星际空间。然后他看到的宇宙，虽然他没有真正看见，开始一步步老去。太阳膨胀，地球死去，外太阳系短暂回暖，太阳变成白矮星，银河系吸收半星系，仙女座靠近，2大星系合并，远方星系越过世界，红矮星成为最后星光，白矮星冷却，黑矮星出现，最后红矮星熄灭，宇宙进入真正黑暗。这像一部无声电影，播放时间长达数兆年。而航海家1号是画面中那个小的几乎看不见的角色，他没有改变剧情，却从头到尾一直在场，这也是他的震撼所在。他不重要，却长久；他不强大，却持续；他不主宰任何东西，却见证一切，或者更准确地说，他被一切见证。第59章，我们为什么在乎他？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要在乎一台老探测器？它没有感觉，没有生命，未来也不会回来，它不能拯救我们，也不能告诉我们宇宙最终答案。为什么它值得一部长片？因为航海家1号让我们看见自己的位置，它把人类放到真正的宇宙尺度里。在地球上，我们常常觉得一生很长，一个国家很大，一座城市很重要，一次战争很巨大，一次科技突破很改变世界。但在航海家1号的时间线里，这些都只是瞬间。它让我们看见文明的时间和宇宙的时间差距有多大，也让我们看见即使如此，人类仍然能做一件奇特的事，把自己的痕迹送出去，送到比自己更久的地方。这不是因为我们伟大到能征服宇宙，而是因为我们渺小到知道自己会消失，却仍然想留下问候。航海家1号让渺小变得庄严，让短暂变得深刻，让一台机器变成一面镜子，照见人类最柔软也最勇敢的部分。第60章，长夜中的一粒光。到10兆年后，航海家1号可能已经没有任何可见光，也可能永远不再被照亮。但如果某个瞬间，它经过一颗仍有微弱余热的残骸附近，一点点暗淡光线也许会落在它的黄金唱片上。那张唱片
也许已经伤痕累累，也许不再完整，但它仍然可能短暂反射出一点金色。在一个几乎没有星光的宇宙里，那一点反光，微弱的几乎没有意义。但如果我们用想象看见它，那会像整个人类文明在深时间里留下的一次眨眼，短、小，几乎被黑暗吞没，但它真的存在过。航海家1号的故事，不是关于我们能活多久，而是关于我们曾经把什么交给未来。我们交给未来的，不是财富，不是权力，不是疆界，而是一段声音，一些图像，一点数学，一张唱片，和一台穿越黑暗的机器。它们很少，却足够代表我们，因为在人类最深处，我们一直想知道，黑暗中是否还有谁？我们一直想问，我们是不是孤独？我们一直想说，如果你听见了，这里曾经有一颗蓝色星球，这里曾经有海，有云，有生命，有音乐，也有一群短暂的存在，曾经抬头看向群星。第61章，下一个问题：当最后星光熄灭，当宇宙进入真正黑暗，当航海家1号仍然可能漂流，故事还没有到最远，因为再往后还有更深的未来，那是黑洞统治的时代。恒星早已消失，星系变成黑暗残骸，黑洞成为宇宙里最持久的巨兽，它们吞噬、沉默、等待，在经过远超想象的时间，它们也会慢慢蒸发，透过霍金辐射，把自己一点一点还给宇宙。到了那个时代，时间的尺度已经不再是兆年，而是10的几十次方年，甚至10的上百次方年。1兆年在那里，短得像一瞬。那么航海家1号还能陪宇宙走到那一步吗？它的原子还会稳定吗？质子是否会衰变？黑洞是否会吞下它？宇宙热寂时，它还有没有意义？这些问题比前面的一切更深，也更不确定。但正因为不确定，它们才更像真正的宇宙。下一段，我们将继续走向最后的时间线，进入黑洞时代，进入物质本身可能瓦解的未来，进入一个连航海家1号也可能无法继续存在的终局。那里没有星光，没有星系，没有文明，只剩物理规则和一个问题：人类送出的那封信究竟能在宇宙里活多久？第5部，黑洞时代，宇宙最后的巨兽。第62章，星光之后。当最后一批红矮星熄灭，宇宙不会立刻结束，它只是失去了星光。恒星时代真正落幕了。那个曾经有太阳，有星云，有银河悬臂，有超新星爆炸的宇宙，慢慢退到历史深处。剩下的不是空无，而是残骸。黑矮星、中子星、流浪行星、冰冷小天体以及黑洞。在这些残骸之中，黑洞最特殊，它们不发光，却极重，它们没有表面，却能吞噬一切。它们像宇宙里最后的深井，安静的存在，等待任何靠近它们的物质。在恒星时代，黑洞只是宇宙的一部分，它们藏在星系中心，藏在死去大恒星的残骸里，偶尔吞噬气体，偶尔撕碎恒星，偶尔释放出巨大能量。但在黑暗时代，黑洞会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其他东西都暗了。恒星不再发光，星云不再诞生新星，白矮星变成黑矮星，行星变得冰冷。这时候，黑洞像是宇宙中最后仍然具有巨大引力的主角，不是因为它们活着，而是因为它们太持久，太沉默，也太难消失。航海家1号如果仍然存在，就会漂流在这样的宇宙里，一个没有日出的宇宙，一个没有星光导航的宇宙，一个由残骸和黑洞支配的宇宙。它曾经从一颗明亮恒星旁出发，而现在它可能正在穿越一个
几乎只剩黑洞和冰冷遗骸的时代。第63章，黑洞不是洞。黑洞这个名字很容易让人误会，它不是宇宙里的一个空洞，也不是一个通往别处的隧道，至少在我们目前能确认的物理学里，它不是这样。黑洞更像是一个区域，一个时空被压缩到极端的区域，它的重力太强，强到连光都无法逃离。一旦越过事件世界，任何讯号都不能再回来。事件世界不是一堵墙，不是一层实体外壳，它是一条界限，一条命运的界限。在界限之外，你还可能逃离；在界限之内，所有未来方向都指向黑洞中心。这就是黑洞真正可怕的地方，不是它很黑，而是它改变了未来的方向。对航海家1号来说，如果有一天他真的接近某个黑洞，他不会看到一个黑色球体挂在眼前，因为他没有眼睛，没有相机，也早已没有电力。但如果我们想象那一幕，画面会非常安静，远处没有星光，只有某个不可见的重力深渊正在弯曲周围的空间。如果附近还有微弱光源，光线会被扭曲成弧，背景会变形，时间也会被拉长。但航海家1号不会恐惧，他不会选择逃离，也不会发出最后警报，他只会沿着自己的轨迹前进。如果轨迹刚好避开黑洞，他会继续漂流；如果轨迹太近，他会被捕获；如果他越过事件世界，他就永远不会再回到宇宙外部。这将是一种无声的消失，没有爆炸，没有火光，没有最后讯号，只有一个小小的人造物体被宇宙中最深的重力井吞下。第64章，它会被黑洞吞噬吗？这是一个重要问题。航海家1号最终会不会掉进黑洞？答案是有可能，但几率很低，因为宇宙太大。黑洞虽然可怕，但它们并不是到处张开嘴等待猎物。黑洞的事件世界和星系尺度相比，其实非常小。即使是超大质量黑洞，它真正不能逃脱的区域，也只是宇宙尺度中的一个小点。想要正好撞进去，需要非常特殊的轨道。航海家1号太小，也太远，它没有主动朝黑洞飞去，它只是跟随重力，在星系或星系际空间中漂流。如果它留在 Melkomeda 里，它可能会围绕整个星系运行，远远绕着中心黑洞，但不一定接近它。就像地球绕着太阳，并不代表会掉进太阳。轨道可以很稳定，也可以持续很久。在极端漫长时间里，引力扰动可能改变轨道，其他残骸可能靠近，星系内部的重力环境也会慢慢搅动。所以不能说永远不会，但在1兆年、10兆年甚至更久的尺度上，最可能的命运仍然不是立刻被黑洞吞噬，而是继续漂流。真正的宇宙未来往往不是壮烈毁灭，而是无穷无尽的等待。航海家1号可能在黑洞时代里继续成为一个几乎无法被找到的小物体，它不会挑战黑洞，也不会逃避黑洞，它只是存在于同一个宇宙，等待概率给出的结果。第65章，黑洞也会死亡。黑洞看起来像终点，但在现代物理里，它们可能也不是永恒的。1970年代，史蒂芬·霍金提出一个惊人的想法：黑洞不是完全黑的，它们可能会释放极其微弱的辐射。这种辐射后来被称为霍金辐射。从人的直觉来看，这几乎不可能。黑洞不是连光都逃不出来吗？它怎么还会辐射？这要牵涉到量子效应。在真空中，粒子与反粒子可能以极短暂的方式出现又消失。在黑洞事件世界附近，这种量子波动会产生特殊结果，其中一部分能量可能以辐射形式逃出，黑洞因此慢慢失去质量。这个过程非常慢，慢到对普通黑洞来说几乎完全感觉不到。黑洞越大，
蒸发越慢。一个恒星质量黑洞，蒸发时间已经远远超过宇宙目前年龄。超大质量黑洞更是需要难以想象的时间，可能是10的90次方年，甚至更久。这个数字比1兆年大太多，大到1兆年像一瞬。所以在航海家1号的1兆年故事里，黑洞几乎不会变，它们仍然存在，仍然沉默，仍然像宇宙最后的巨兽。但如果我们把时间推得更远，推到黑洞时代深处，黑洞也会开始老去，它们会一点一点蒸发，一点一点变轻，一点一点把自己还给宇宙。宇宙里最后的大型结构也会走向消失。这个过程非常慢，但它不是零。对时间来说，只要不是零，就总有一天会完成。第66章，黑洞蒸发的最后一刻。黑洞蒸发在一开始几乎不可察觉，大型黑洞太冷、太安静，辐射太弱，它们在漫长时间里像是不会改变。但随着黑洞失去质量，它会变得更小，而越小的黑洞温度越高，蒸发越快。这代表黑洞生命的最后阶段可能不像开头那样安静。当它变得足够小，辐射会迅速增强，最后它可能以一次极短暂的能量爆发完成自己的消失。那将是黑洞的最后呼吸。一个曾经吞噬光的天体最后把自己变成辐射，还给空间。但请记住，这发生在极端遥远的未来，远到人类语言几乎无法承受，远到星系早已变成残骸，远到恒星早已完全熄灭，远到航海家1号是否仍然存在，已经变成高度不确定的问题。如果它仍然存在，它可能不会靠近这些黑洞爆发，因为宇宙太大，这些事件太稀少。但在某种意义上，它们代表宇宙最后的火花，不是恒星的火，不是生命的火，而是黑洞死亡时最后释放的量子火光。当这些火花也消失，宇宙会更接近真正的沉寂。第67章，时间变得失去意义。到了黑洞时代，时间尺度变得更加陌生。1兆年已经让人类难以理解，但黑洞蒸发需要的时间远远超过1兆年。它不是1兆年的10倍，不是100倍，也不是100万倍，而是大到几乎让比较失去意义。我们常说1秒、1年、1万年、1亿年，这些单位来自人类经验，来自行星绕太阳运行，来自地球自转，来自生命周期。但到了黑洞时代，这些单位变得很小，小到像灰尘。你可以把宇宙目前的年龄重复无数次，仍然到不了那些时间。在这样的未来里，一场事件之间的间隔可能远比今天整个宇宙历史还长。一次残骸靠近，一次黑洞吞噬，一次罕见碰撞，可能都需要等上难以想象的时间。宇宙像是被拉长，拉得越来越慢，越来越稀疏，越来越接近静止。而航海家1号如果仍存在，也会被放进这种时间里。它不会感受到等待，但它会被等待包围。它的每一次位置改变在宇宙尺度上都很小，它的每一次微弱旋转都可能跨过无数文明难以想象的时间。这不是旅行的时间，这是深时间，深到连故事本身都快要失去速度。第68章，星系会慢慢蒸发。在黑洞时代之前，星系本身也会慢慢改变。即使没有明亮恒星，残骸仍然受重力束缚。黑矮星、中子星、流浪行星、黑洞都会在星系中运动，它们彼此拉扯，偶尔靠近，偶尔交换能量。在几掌时间里，这种重力互动会造成一种结果，星系会慢慢蒸发。这里的蒸发不是变成气体，而是指天体被重力互动抛出星系。当两个天体靠近时，其中一个可能获得能量，速度变快。如果速度足够快，
他就会逃出星系，另一个则留下来，或者落向更深的引力区域。这种事情单次发生并不常见，但时间非常长时，它会累积，最后越来越多残骸被抛出，整个星系逐渐松散，一些物体落向中心黑洞，一些物体被抛向外部虚空。Melkomeda 也不能永远保持完整，在足够长的时间后，它可能失去大量成员，变成更加稀薄的残骸群。如果航海家1号仍在其中，它也可能在某次重力交互中被送上逃逸路径，离开星系残骸，飘向真正孤独的星系际空间。这不是突然爆炸，也不是剧烈抛射，而是一个极慢的过程。星系像一团慢慢散开的烟，在宇宙深夜里一点一点消失。第69章，航海家的3种最终路线。到了黑洞时代，航海家1号可能面临3种主要命运。第1种，它被某次重力相遇抛出，进入更深的虚空，在那里，它远离星系残骸，远离黑洞，远离任何大型天体。它会沿着近乎直线的路径继续漂流，这可能是最安静的命运，没有碰撞，没有吞噬，没有结局，只是越来越孤独。第2种，它在极长时间里被重力慢慢带向某个黑洞，也许是星系中心的超大质量黑洞，也许是某个恒星质量黑洞。如果它靠得足够近，它的轨道会被捕获，最后它可能穿过事件世界，消失在宇宙外部。那时它携带的黄金唱片也会一起消失，不会有最后讯号，不会有最后影像，只是一封来自地球的信，掉进了宇宙最深的信箱。第3种，它没有被吞噬，也没有完全逃出，而是在残骸之间持续改变轨道，一次又一次被微小重力扰动改写路线，在某些时代靠近星系残骸，在某些时代又飘向外围。它不属于任何地方，也不完全离开任何地方，只是被宇宙漫长的重力游戏不断重新安排。这3种命运都可能发生，我们无法知道哪一种是真的，因为未来太长，变数太多。但无论哪一种，都有一个共同点：航海家1号不再是主角，真正的主角是时间，是重力，是物质稳定性，是宇宙最基本的规则。第70章，如果它掉进黑洞，如果航海家1号掉进黑洞，那会是它最明确的结束之一。从外部观察者看，它接近事件世界时，似乎会变得越来越慢。它发出的任何光，如果它还能发光的话，会被拉得越来越红，越来越暗，最后它像是冻结在世界附近，慢慢消失。但从航海家自身的路径来看，它会继续向内，穿过事件世界，然后走向黑洞中心。当然，航海家1号没有感觉，没有时钟，没有观测者，所以这只是一条物理路径。如果黑洞足够大，穿过事件世界那一刻，它未必立刻被撕碎，因为超大质量黑洞的潮汐力在世界附近可能相对温和，但越往内，潮汐力越强，不同部位受到的重力差异会越来越大，最终它会被拉伸、撕裂、破碎、分解成物质。它的天线、它的主体、它的黄金唱片都会失去原来形状，这是一种彻底的物理终结。如果这就是航海家1号的命运，那它的故事会在黑洞内部结束，至少对外部宇宙来说，它不再存在于可接触的世界。那封地球寄出的信永远不能被读取，但它仍然曾经出发过，它仍然曾经穿过太阳系，穿过星际空间，穿过恒星时代，也许穿过数兆年的黑暗。即使最后被黑洞吞下，它的旅程仍然是人类最长的手势之一。第71章，如果它永远漂流。另一种可能，
更安静，也更接近我们对深空的直觉。航海家1号没有掉进黑洞，没有撞上残骸，没有被任何文明发现，它只是被抛入极度空旷的区域，然后继续漂流。在那里，距离变得毫无意义。最近的黑洞可能远得不可想象，最近的黑矮星可能隔着巨大的黑暗，最近的流浪行星也许永远不会靠近。航海家1号成为一个孤立物体，不再绕任何明确中心运行，不再属于任何星系，不再靠近任何光源。它只是沿着自己的惯性，在一个几乎没有参照物的宇宙里继续前进。这种命运没有戏剧性，但它很可能，因为宇宙最擅长的不是安排壮烈结局，而是让东西相隔太远，远到什么都不发生。如果这是航海家1号的命运，那么它可能会存在极久，直到更基本的物理过程开始决定它的未来。例如质子是否衰变，例如材料是否在量子过程中最终瓦解，例如宇宙热寂是否让所有结构失去意义。它不会被外界摧毁，而是等待物质本身给出最后答案。第72章，物质也许不是永恒。在前面的时间线里，我们一直把航海家1号看作一个物体，一个可以在深空中长久保存的物体。但现在时间推得太远，问题变得更根本，不是它会不会撞上什么，而是它的材料本身能不能永远存在。航海家1号由金属、电子元件、陶瓷、绝缘材料、镀金铜唱片以及许多工程材料组成。这些材料都由原子构成，原子又由电子、质子、中子组成。如果质子永远稳定，那么物质可以在几掌时间里保持基本存在。航海家1号的功能会死去，但构成它的原子仍可继续存在。但如果质子会衰变，那一切都不同。物质不再是永恒地基，它只是寿命极长但终究有限的结构。目前科学家还没有观察到质子衰变，实验只给出下限，也就是如果它会衰变，寿命一定非常非常长，可能超过10的34次方年，这比我们现在讨论的1兆年、10兆年都要遥远太多。但到了黑洞时代深处，这个问题会变得重要。如果质子真的衰变，航海家1号最终不需要撞上任何东西，也不需要被黑洞吞噬，它的原子本身就会慢慢瓦解，它会从物质结构变成更基本的粒子和辐射。黄金唱片、金属天线、仪器支架全部失去意义，因为构成它们的粒子不再维持原状。这是比黑洞更深的结束，不是被摧毁，而是物质的语法本身被时间改写。第73章，如果质子不衰变，但也有另一种可能，质子永远稳定，或者至少稳定到远远超过黑洞蒸发时代。如果是这样，航海家1号的物质残骸可能存在得更久，久到黑洞都蒸发之后，某种形式的残片仍然留在宇宙里。当然，它不一定还像航海家1号漫长的宇宙射线轰击、微小撞击、材料内部变化都会让它逐渐退化。它可能破碎，可能被重力事件拆散，可能失去黄金唱片，可能只剩部分金属碎片。但只要质子稳定，那些碎片本身仍然可以作为物质存在。它们不再有可读讯息，不再保留原始形状，也不再能被认作探测器，但它们仍然是来自人类技术的残余，一种极端古老的物质痕迹。在这种情况下，航海家1号的终局不是突然消失，而是逐渐失去身份，先失去功能，再失去方向，再失去完整结构，再失去可读讯息，最后可能只剩一些材料飘在热寂前的宇宙里。它不再是航海家，但它曾经是。这种命运比爆炸更令人沉默。
因为它不是死亡，而是遗忘本身。第74章，身份从哪里消失？一个物体在什么时候不再是原来的物体？这不是纯粹科学问题，也是哲学问题。如果航海家1号没电了，它还是航海家1号吗？我们会说是。如果它不再传讯号，它还是航海家1号吗？是。如果它慢慢翻滚，不再指向地球，它还是航海家1号吗？也是。如果它表面满是坑洞，黄金唱片受损，仪器支架断裂，它还是吗？也许仍然是。但如果它破成很多碎片呢？如果天线离开主体呢？如果唱片被撞掉呢？如果只剩一块金属板呢？如果金属板也被微粒侵蚀成粉末呢？在某个阶段，我们会开始犹豫，因为航海家1号这个名字不只是物质，也包含形状、功能、历史、设计意图和人类赋予它的意义。当这些一层层消失，它的身份也会变得模糊。黑洞时代的航海家也许最终不会被某个巨大事件终结，而是慢慢失去自己，像一句话被反复冲刷，字迹变淡，笔画消失，最后只剩纸张，在最后连纸也不在。这种终结非常安静，但也非常真实。第75章，热寂的方向。不管航海家1号走向哪一种命运，宇宙本身仍然朝着更均匀、更冷、更无序的方向前进。这就是热力学的箭头。能量会扩散，温差会消失，可用能量会减少，结构会变得更难形成。生命需要能量差，机器需要能量差，恒星需要燃料集中，文明需要稳定环境。而热寂就是所有这些可能性逐渐关闭之后的状态。不是宇宙变成空无，而是宇宙变得太均匀、太冷、太缺乏可用能量，以至于没有事情能真正发生。这不是爆炸式结局，不是大撕裂，不是所有东西瞬间消失，而是活动的停止，差异的停止，故事的停止。如果航海家1号能走到那么远，它也不会看见热寂，它只会成为热寂背景中的一部分，一个没有功能的物体，或一团碎片，或更基本粒子，和宇宙其他部分一样，失去可用能量，失去方向，失去意义上的未来。到那时，它从地球带出的讯息可能早已不可读，但它曾经存在过。这件事仍然属于宇宙历史，即使宇宙本身没有任何方式记住。第76章，最后的孤独。黑洞时代的孤独和1兆年后的孤独不同。1兆年后至少可能还有红矮星，还有微弱星光，还有某些白矮星余温，还有残存的星系结构。但黑洞时代更空、更暗、更慢。如果航海家1号飘在那里，它几乎没有任何背景，没有星空，没有银河，没有远方星系，没有光能照出它的轮廓。它可能比任何古老墓碑更孤独，因为墓碑至少站在土地上，至少有风有雨，有可能被人看见。航海家1号没有，它飘在无边黑暗里，它不等人，也没有人来，它不呼叫，也没有回音，它不记得地球，但它仍然来自地球。这就是它最深的诗意。它不需要知道自己的来源，我们知道；它不需要记住自己的讯息，我们记得；它不需要理解自己的孤独，我们能感受到。航海家1号是一个没有灵魂的物体，却被人类赋予了灵魂般的象征。它越沉默，这种象征越强烈。第77章，从黑洞时代回望。如果我们从黑洞时代回望，人类的一切都短得不可思议。地球上的海洋像一瞬闪光，恐龙的时代像一段短暂阴影，人类文明像夜里一根火柴，点亮、燃烧、熄灭、
而航海家1号的发射，就是那根火柴飞出的一点火星。火柴熄灭后，火星还在空中飞了很久，远远超过火柴本身。这个比喻很小，但很准确。人类不是宇宙的中心，也不是时间的主角，我们只是在宇宙漫长历史中短暂醒来的一种生命。但醒来之后，我们做了一件事，我们抬头看，我们计算，我们制造，我们发射，我们把声音放进一台机器，让它离开我们，替我们走向远方。也许这就是文明的意义之一，不是永远存在，而是在短暂存在中把理解推得更远一点，把问候送得更远一点，把自己从黑暗里抬起来，哪怕只有一瞬，也向宇宙说一句，我们曾经在这里。第78章，黑洞也不能回答。即使黑洞时代到来，它也不能回答人类最早的问题：我们孤独吗？宇宙里是否还有别的生命？黄金唱片是否会被找到？人类是否留下了足够的痕迹？黑洞不回答，星系不回答，时间也不回答，宇宙只是继续。这听起来冷，但正因为宇宙不回答，人类的提问才显得珍贵。航海家1号不是答案，它是问题，它不是宇宙给我们的回音，而是我们送给宇宙的问句。在黑洞时代，那个问句也许早已破碎，也许仍以某种物质形式漂流，也许已经被吞入黑洞，也许被时间磨到无法辨认，但它曾经被问出，这一点不能被改变。宇宙可以不记得，但历史曾经发生。在1977年，一颗蓝色星球上的生命把一台探测器送上天空，它穿过云层，离开地球，飞向木星，飞向土星，飞出太阳系，飞进星际空间，然后他把那个问题带进比人类长得多的时间。第79章，真正的终局还在前方。黑洞时代已经足够遥远，但它仍然不是最终终点，因为如果霍金辐射正确，黑洞也会蒸发；如果质子会衰变，物质也会瓦解；如果热寂持续推进，可用能量会继续消失，宇宙会走向一个更极端的状态，那里没有恒星，没有星系，没有黑洞，没有行星表面上的生命，也许也没有稳定物质结构，只有稀薄粒子、低能辐射和几乎不再发生事情的时空。到了那里，航海家1号的故事可能真的无法再延续，不是因为它完成任务，而是因为宇宙已经不再提供故事的条件。没有观察者，没有能量差，没有可读讯息，没有稳定形状，没有远方，也没有回家。这是比黑暗更深的终点，是故事本身的消散。下一步，我们将走到真正结尾，回到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当一切都会消失，航海家1号的意义是什么？当太阳会死，星系会散，黑洞会蒸发，物质也可能瓦解，那么人类送出的黄金唱片究竟算不算一种永恒？或者永恒从来不是重点，真正的重点是在短暂的生命里，我们曾经把自己的一小部分交给了无限。第6部，最后的时间，航海家与宇宙终局。第80章，永恒其实不存在。我们常说永恒，但在宇宙里，永恒也许只是人类的愿望。太阳不永恒，地球不永恒，银河系不永恒，恒星不永恒，黑洞也可能不永恒，甚至物质本身也可能不是永恒的。航海家1号看起来像人类最接近永恒的作品，它不在地球上，不怕风雨，不怕海水，不怕氧气，不怕地震，不怕山脉崩塌，不怕文明消失。它被送进了一个极度空旷的地方，那里几乎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快速摧毁它，所以它可能存在很久，久到超过人类历史，久到超过地球生命，久到超过太阳。
甚至久到超过今天夜空里大多数恒星的寿命。可是即使如此，它也不是真正永恒。在足够长的时间里，任何东西都要面对宇宙的基本规则：能量会散开，结构会退化，材料会受损，重力会改写轨道，物质本身也可能有最终期限。所以航海家1号的故事不是一个真正永远存在的故事，而是一个短暂文明把自己的痕迹推向极端漫长未来的故事。这已经足够震撼，因为在宇宙面前，我们本来就不能要求真正永恒，我们能做的只是把短暂送得远一点，把声音送得久一点，把一个文明的问候交给黑暗，让它替我们多走一段路。第81章，热寂的宇宙。宇宙最深的未来可能不是爆炸，也不是火焰，而是安静，非常安静。这个终点常被称为热寂。热寂不是所有东西突然消失，也不是宇宙被烧成灰烬，它更像一切差异慢慢被抹平。温差消失，能量差消失，可用能量消失，能产生变化的条件越来越少。在今天的宇宙里，恒星能发光，是因为核心和外部有巨大差异；生命能活动，是因为能量可以流动；文明能存在，是因为有稳定环境，有可利用能源，有低熵资源，有可以被组织起来的物质。但在热寂方向上，这些条件会逐渐消失，恒星早已熄灭，黑洞逐渐蒸发，星系瓦解成稀薄残骸，物质分散在越来越大的空间里，宇宙变得越来越冷，越来越均匀，越来越难再发生任何有意义的事件。到了那个时代，时间仍然存在，空间仍然存在，粒子也许仍然存在，低能辐射也许仍然存在，但故事几乎停止了。没有新的太阳升起，没有新的行星被照亮，没有海洋蒸发成云，没有生命仰望天空，没有望远镜接收光，也没有文明发射探测器。这不是宇宙的死亡尖叫，而是宇宙的最后低语。声音越来越小，小到最后几乎什么都听不见。第82章，航海家在热寂之前。如果航海家1号能撑到热寂之前，它会是什么样子？它不再像一艘太空船，甚至不一定还像一台探测器。它可能早已破损，天线可能扭曲，仪器臂可能断裂，表面满是微小撞击坑，黄金唱片也可能磨损严重，部分刻痕模糊，部分资讯消失，某些材料变脆，某些结构松脱。也许它已经不是完整的一个物体，而是一群来自同一艘探测器的碎片，在黑暗中分散漂流。可是只要其中一些碎片还存在，它们仍然和1977年的地球有关，仍然和那次发射有关，仍然和卡纳维拉尔角的火箭尾焰有关，仍然和那张黄金唱片上的问候有关。这就是深时间里最奇妙的地方。身份会慢慢模糊，但来源不会被改变。一块金属碎片，如果来自航海家1号，那么它就是人类文明的一片残影。哪怕它不再能被辨认，哪怕它不再能传达任何资讯，它也曾经属于那台探测器，曾经离开地球，曾经飞过木星，曾经飞过土星，曾经穿越太阳的边界，曾经带着地球的声音进入星际空间。在热寂之前，航海家1号也许已经不再是完整的信，但它仍可能是一张被撕碎的信纸，文字看不清了，地址也模糊了，可是那张信纸仍然证明有人曾经写过。第83章，质子的最后问题，真正的终局。还有一个更深的问题，质子会不会衰变？质子是原子核的重要部分，航海家1号的金属，黄金唱片的材料，它所有的结构都由原子组成，而原子核里就有质子。如果质子永远稳定，
那么物质可以存在非常非常久。航海家1号的碎片也可能以某种形式漂流到远超黑洞时代的未来，但如果质子会衰变，那么物质本身就不是永远的，它只是寿命极长，极其稳定，但终究会瓦解。目前科学家没有观察到质子衰变，所有实验都只告诉我们，如果质子会衰变，那它的寿命一定非常长，长到至少超过10的34次方年级别。这个数字远远超过1兆年，也远远超过我们日常能理解的任何时间。可是在宇宙终局里，这种问题会变得重要，因为当恒星已经熄灭，当黑洞已经蒸发，当星系早已散去，当一切大尺度结构都失去作用，最后剩下的问题就是物质本身还能不能继续存在。如果质子真的衰变，那么航海家1号的残骸终究会从原子层面瓦解，不需要撞击，不需要爆炸，不需要黑洞，时间本身就足够。它的金属会不再是金属，它的唱片会不再是唱片，它的结构会失去原来的粒子基础。最后，那封来自地球的信会变成更低层级的粒子和辐射，散入一个极冷、极暗、极度稀薄的宇宙。这不是壮烈毁灭，而是最安静的消散。第84章，如果物质仍然稳定，但也有另一种可能，质子不衰变，物质可以稳定存在，或者至少稳定到比我们想象更久。如果是这样，航海家1号的某些残骸可能存在得更加漫长，甚至在最后一批黑洞蒸发之后，某些碎片仍然飘在宇宙中，它们可能不再有任何可读讯息，不再有任何熟悉形状，不再能被称为完整探测器，但它们还是物质，还是由人类制造出的物质，还是某个短暂文明曾经改造自然材料后留下的结果。这种命运很奇特，航海家1号可能不会死在某一刻，而是慢慢失去航海家1号这个身份，先失去电力，再失去通讯，再失去方向，再失去完整结构，再失去可读内容，再失去外形，最后只剩一些材料碎片漂流在莫有故事的宇宙里。那时候它还算航海家1号吗？也许不算，但它曾经是。就像一座古城倒塌后只剩一块石头，那块石头不再是城市，但它曾经属于城市。航海家1号的终极命运也许就是这样，不是突然死去，而是逐渐变得无法辨认，逐渐从探测器变成遗迹，再从遗迹变成碎片，再从碎片变成没有名字的物质。第85章，最后的黑洞。在更远的未来，黑洞也会走向尽头。如果霍金辐射正确，黑洞会慢慢失去质量。一开始，这个过程慢到几乎不存在。大型黑洞太冷、太重、太安静，它们像宇宙最后的城堡，守在黑暗里。但时间足够长，它们也会变化。当黑洞失去质量，它会变得更小，温度会升高，蒸发会加快。最后阶段，它可能释放出最后一阵能量，像一个黑暗巨兽的最后呼吸，然后消失。到了那时，宇宙里最后的大型结构之一也会退场。没有恒星，没有星系，没有黑洞，没有光明的中心，没有重力巨兽，只剩稀薄粒子、低能辐射和几乎不再发生事件的空间。这个时代远远超出1兆年，远远超出10兆年，甚至远远超出任何人类能自然感受的时间。如果航海家1号仍然有任何参与，它会存在于一个几乎完全没有参照物的宇宙，没有星光照出它的影子，没有星系定义它的位置，没有黑洞作为重力中心，它不再在某个地方的感觉也会变得模糊，因为地方本身需要参照物，而那个时候参照物几乎都消失了。
第86章，没有观众的宇宙。到了宇宙终局，也许再也没有观众，没有眼睛，没有望远镜，没有文明，没有任何存在能够理解一个物体的意义。这是最难接受的一点。我们总是习惯把意义和被看见连在一起。一件艺术品需要观众，一封信需要读者，一句话需要听者，一段历史需要记录者。但宇宙不保证这些。航海家1号可能永远不会被找到，黄金唱片可能永远不会被播放，它可能从来没有遇见任何外星文明，也没有在最后时刻成为某个宇宙考古发现。更可能的是，它只是孤独的漂流，直到不再完整，直到不再可读，直到连它是否存在都不再有任何观察者能够确认。这听起来像悲剧，但也许它不是悲剧，因为航海家1号的意义从来不只在于被找到，它的意义也在于被送出。一封信，即使没有回信，也曾经承载心意；一首歌，即使没有人听见，也曾经被唱出；一次问候，即使没有答案，也仍然是问候。航海家1号就是人类对宇宙的问候，它不需要宇宙回答才算存在过。第87章，回到1977年。现在让我们把时间拉回来，从宇宙终局回到1977年，回到佛罗里达，回到那枚火箭升空的早晨。那一天，没有人真的看见1兆年，也没有人真的看见黑洞时代。工程师们关心的是发射窗口、轨道计算、燃料、通讯、仪器状态、任务风险。他们要让探测器抵达木星，再抵达土星。他们要让它拍照、传资料、完成科学任务。这本身已经很困难，但在那台探测器上，人类还放了一样多余的东西，一张黄金唱片。从任务效率来看，它不重要，它不能推进飞船，不能提供电力，不能保护仪器，不能让探测器飞得更快，也不能保证有任何人会读取它。可是它非常重要，因为它代表人类的另一面，不是指计算，不是指探索，不是指测量，而是想要表达，想要被理解，想要向未知说话。在那张唱片里，人类放入了声音、音乐、影像、语言。地球的位置，还有一种近乎天真的希望。也许有一天，在某个遥远地方，会有另一种智慧，找到它，理解它，听见它。也许不会，但我们仍然把它放上去了。这正是人类最美的地方。我们知道可能没有答案，但我们仍然提出问题。第88章，地球的声音。黄金唱片里最动人的不是技术，而是声音。海浪拍岸，风穿过大地，鸟在清晨鸣叫，雷声滚过天空，鲸鱼在深海歌唱，婴儿发出哭声。人类用不同语言问候，这些声音很普通，普通到我们在地球上常常不会珍惜。可是当它们被放进深空，意义就完全不同。海浪声不再只是海浪，它代表一颗有海洋的星球。鸟鸣声不再只是鸟，它代表大气、森林、生命演化。鲸歌不再只是动物声音，它代表海洋深处也有智慧般的呼唤。人类的问候不再只是语言，它代表一种生命，知道自己存在，也知道自己可能孤独。这些声音原本只属于地球，只会在空气和水中传播，但航海家1号把它们带进没有空气的宇宙。这是一种奇特的转换。地球的声音被封存在一张唱片里，在无声的太空中漂流。它不能真的播放自己，但它等待可能的播放者。它像一个沉默的音乐盒，在宇宙深处带着整个地球的微弱回声。
第89章，一个文明的自画像。黄金唱片不只是问候，它也是自画像。人类试图用有限的内容告诉宇宙，我们是谁，我们生活在哪里，我们的星球是什么样子，我们听见什么，我们看见什么，我们珍惜什么，我们懂得数学，懂得科学，懂得音乐，也懂得想象陌生的心灵。这不是完整的人类，当然不是。一张唱片不可能容纳整个文明，它没有记下所有语言，没有记下所有故事，没有记下所有痛苦，没有记下所有战争，也没有记下所有爱。它只是碎片，很小很小的碎片。但也许任何送往宇宙的自我介绍都只能是碎片，就像你向陌生人伸手，不可能在第一句话里说完你的一生，你只能说你好，我是谁，我来自哪里，我希望你听见。黄金唱片也是如此，它不是完整答案，它是一个开场白，一个文明对未知宇宙说出的开场白。第90章，魏石模式航海家。航海家1号的故事之所以如此有力量，是因为它结合了两种极端。一方面，它是非常具体的工程，螺丝、天线、电路、推进器、放射性电源、轨道力学、无线电通讯、深空网路，所有东西都精确、冷静、可计算。另一方面，它又承载极深的诗意、离别、孤独、时间、记忆、死亡、希望，以及对未知的问候。它既是机器，也是象征，既属于科学，也属于人类情感。这正是它不像普通探测器的原因。有些任务更先进，有些望远镜更强大，有些太空船更复杂，但航海家1号不同，它正在离开，永远离开。它不再只是看见宇宙，它自己也成为宇宙的一部分。它的目的地不是某颗行星，而是时间本身。它把人类的作品放进了比人类更大的尺度里，所以它让我们感到震撼，不是因为它还能做什么，而是因为它还在。第91章，我们真正害怕的是遗忘。当我们谈航海家1号，谈遗照年，谈黑洞，谈热寂，其实我们也在谈一件更接近内心的事：遗忘。我们害怕被遗忘，害怕自己存在过却没有留下痕迹，害怕我们爱过的人，我们说过的话，我们建造的城市，我们相信的故事，最后全部消失。宇宙尺度让这种恐惧变得更深，因为在宇宙面前，任何文明都很短，任何星球都很小，任何历史都像瞬间。但航海家1号给了我们一种特殊的安慰，它不能保证人类被记住，不能保证外星文明会找到我们，不能保证黄金唱片永远可读，但它证明我们曾经试着不被完全封闭在地球上，我们曾经把记忆送出去，我们曾经用科学和想象向黑暗伸出手，哪怕那只手很小，哪怕黑暗太大，伸出去本身就是一种勇气。第92章，答案是什么？所以1兆年后，航海家1号会在哪里？最科学的答案是，我们不知道确切位置，它可能仍在银河与仙女座合并后的星系里，沿着巨大轨道运行。它可能已经被抛进星系际空间，在无边虚空中漂流。它可能仍然完整，也可能受损严重。它的黄金唱片可能仍在，也可能已经残缺。它可能永远不会被发现，也可能在某个不可思议的未来被另一种智慧找到。这些我们都无法确定，但我们能确定另一件事：航海家1号会继续运动，直到有力量改变它。它不会因为人类听不见它就停止存在，它不会因为任务结束就失去宇宙中的位置。它会从一台工作中的探测器变成一件沉默的遗物，从一件遗物
变成深时间里的碎片，从碎片，也许最后变成没有名字的物质。但在他的故事最深处，有一条清楚的线，这条线从地球出发，穿过木星，穿过土星，穿过日球层顶，穿过星际空间，穿过太阳死亡，穿过银河合并，穿过宇宙变暗，一直延伸向未来。那条线就是人类曾经伸向宇宙的手。第93章，最后一次想象。现在让我们做最后一次想象。时间来到无比遥远的未来，星星几乎都熄灭了，远方星系早已不可见，银河与仙女座合并后的残骸也变得暗淡而稀薄。黑洞在更深的时间里等待，宇宙寒冷、空旷、沉默。在那片黑暗的某个地方，也许还有一个小小物体正在慢慢旋转。它曾经有天线，曾经有仪器，曾经有电力，曾经听从地球的指令，曾经把资料传回人类。但现在它什么都不做，它只是漂流。它的外壳满是时间的痕迹，它的金属失去光泽，它的天线不再指向任何家园，它的黄金唱片如果仍在，也许仍然贴在它身上，安静地面向黑暗。那张唱片里有海浪，有风，有鸟鸣，有经歌，有音乐，有人类的问候。那是地球的声音，也是一个已经远去时代的声音。也许没有人会听见，也许永远没有人会播放，但它仍然曾经被送出。在那一刻，整个人类文明像是在宇宙面前轻轻说了一句话：我们在这里。第94章，最接近永恒的不是机器。也许航海家1号真正接近永恒的地方，不是它的金属，不是它的天线，不是它的黄金唱片，甚至不是它的轨迹，而是那个动作，把讯息送出去的动作。因为物体会坏，唱片会磨损，材料会衰变，轨道会改变，黑洞可能吞噬它，热寂可能吞没所有故事。但那个动作已经发生，发生过的事不能被改成没有发生。1977年，地球上的生命真的发射了一台探测器，真的让它飞向外太阳系，真的让它离开太阳的保护罩，真的在它身上放了一封给宇宙的信。这个事实不依赖未来有没有人看见，也不依赖宇宙是否记得，它已经是宇宙历史的一部分，一个小小的部分，但是真实的部分。所以真正接近永恒的，也许不是航海家1号本身，而是人类曾经有过的那份好奇。那份好奇让我们从洞穴走向海岸，从海岸走向天空，从天空走向行星，从行星走向星际空间。航海家1号只是这份好奇的金属形状。第95章，我们为什么抬头？人类为什么要抬头？为什么要看星星？为什么要问宇宙有多大？为什么要知道1兆年后会发生什么？这些问题看起来和日常生活很远，它们不能立刻让我们吃饱，不能让城市不下雨，也不能让时间倒流，但它们让我们知道自己在哪里。我们不只是生活在地面上，也生活在宇宙里。我们不只是被今天包围，也被深时间包围。我们的一生很短，但我们能理解比一生更长的事。我们的身体很小，但我们能想象比身体更大的空间。我们终将消失，但我们能在消失之前把问题问出去。这就是人类抬头的原因，也是航海家1号存在的原因。它不是为了征服宇宙，而是为了承认宇宙的巨大。它不是为了证明我们是中心，而是为了证明即使我们不是中心，我们仍然能理解，能感受，能问候，能出发。最终尾声，1兆年后，航海家1号会在哪里？也许在古老星系的外围，也许在星系际虚空，也许早已破损，也许仍然完整，也许它的黄金唱片
仍在黑暗中微微反光。也许那张唱片已经被时间磨得不再清晰，也许有一天它会被找到，也许永远不会。但无论答案是哪一个，航海家1号都已经完成了某种更深的任务。它让人类的一部分离开了地球，离开了太阳，离开了熟悉的天空，进入一个我们肉身永远无法抵达的未来。当太阳死去，它可能还在；当地球消失，它可能还在；当银河系改变形状，它可能还在；当最后的红矮星慢慢熄灭，它也许仍在黑暗里安静前进。它不会知道自己来自哪里，不会记得谁制造了它，不会理解那张唱片代表什么。但我们知道它来自一颗蓝色星球，来自一个有海洋、有云、有森林、有生命的世界，来自一群短暂的人。他们会害怕，会犯错，会争吵，会失去，也会歌唱，会想象，会相爱，会仰望星空。然后他们把自己的声音放进一张金色唱片，安装在一台探测器上，送进深空。这是多么渺小的动作，也是多么巨大的动作。因为在那一刻，人类不只是活在地球上，人类把自己交给了宇宙。航海家1号中有一天会沉没，其实它已经接近沉没。它的电力会耗尽，它的讯号会停止，它的仪器会关闭，它的天线会慢慢偏离地球，它会翻滚，会冷却，会远去。但它的故事不会因讯号停止而结束，因为从那一刻起，它不再是我们的仪器，它成为我们的遗物，一件漂流在星际黑暗中的遗物，一封可能永远没有人打开的信，一声可能永远没有回音的问候，一个文明在短暂醒来之后留给深时间的证据。所以当我们问1兆年后航海家1号在哪里，真正的答案也许是它在前方，永远在前方，在太阳的前方，在地球的前方，在我们记忆的前方，在所有已知历史的前方。它带着一点点地球走进无限接近永恒的黑暗，不是为了抵达，而是为了证明我们曾经出发。而这也许就是人类留给宇宙最安静也最深情的一句话：我们曾经在这里，我们曾经仰望星空，我们曾经把自己的声音交给了宇宙。